人死了！外面的人议论纷纷，都在说徐家刚买回来冲喜的儿媳突然莫名其妙死了的事儿。人群中还有骂徐家人缺德的，儿子都要死了，还要祸害人家姑娘。现在好了，冲喜不成，倒是把别人家的姑娘给冲死了。这一边，徐家人也在焦急地等着大夫的诊治。大夫面色沉重地起身，摇了摇头：“哎，人已经断气了。”大夫这话一说完，徐家人顿时全部都傻眼了。徐家人怎么都没想到，他家刚娶回来的儿媳糖还没拜完呢，竟然就这样死了。好好的喜事儿，一下就成了丧事。徐家大房媳妇儿张氏，呸呸呸，可真是晦气！娘，这个丧门星都已经死了，还是赶紧拖出去埋了吧。四房媳妇儿刘氏也道：“娘，大嫂说的不错，这个女人都死了还留在咱们家，那多不吉利呀！赶紧找个破席子裹了扔到山里去，省得沾上晦气。”顾青青躺在地上，觉得耳边闹闹哄哄的，似乎好像有很多人在说话，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她在做梦？周围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对，你们看，她动了。顾青青缓缓地睁开眼睛，当她看见眼前的一幕的时候，顿时就愣住了。这群穿着古代衣服的人是怎么回事？环顾了一下四周，土坯房、茅草屋，还有桌子上高烧的喜烛。这是哪儿？怎么那么香？像是喜糖。顾青青有点懵，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突然，头中一阵剧烈的疼痛。尽管顾青青觉得不可思议，可是那多出来的另一个人的记忆确确实实告诉她一件事儿，那就是她穿越了。不仅穿越在了一个架空的不知道名字的朝代，更是穿越到一个刚被嫁给别人冲喜的小农女身上。徐家人一见顾青青醒了，大夫，快来看看，他没死啊！大夫很是确定顾青青已经死了，没想到她还能活过来。大夫也是一惊，头中不断多出来的画面让顾青青头痛欲裂，满屋子的人在他眼里也变得虚幻模糊起来。恍惚中看见一个身穿喜袍的男人大踏步走过来，再接着他眼皮一翻，又晕过去了。这姑娘，你们是救还是不救？徐家人听完大夫的话才知道，今天刚娶回来的新媳妇儿竟也身患重疾。大夫说她嫁到徐家之前怕是就已经病入膏肓了。徐家本来就有一个常年吃药的药罐子了，现在要是再来一个，这对日子已经过得紧巴巴的一家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害怕救人花钱，张氏立刻向婆母梁氏提议。刘氏立刻很是好心的开口了：“娘，依我看，咱们还是赶紧趁着这个女人还没死，找个人牙子把她卖了吧，指不定还能捞回一点本钱。要是等这个女人真断气儿了，那可就一个铜板都捞不回来了。”哼，一个快死的人，谁还要啊？有啊，村里那些几十年都没碰过女人的老男人，看见她还不得像闻见腥味的猫，闻着味儿就来了。咱们卖便宜点，总能卖得出去。那赶紧的呀，咱们赶紧趁着这个女人没死，把她卖出去。梁氏却没有说话。地上的那个女子能不能救活还不好说，有可能银子花了，人还没了。可要是不救吧，这姑娘要是没了，她儿子一个病秧子想要再娶，那也是不容易的。老三，这姑娘是你媳妇儿，救不救人呢？要不还是你来拿主意吧。呸！救什么救？救了也救不活，可别白下了那银子。别说徐家本来就不宽裕，就算真的有银子，也不是这么糟践的。老三，要不救。昏睡中的顾青青头中多出来的记忆让她知道，她现在这个身子的原身小时候死了爹，他娘带着她和弟弟再嫁到楚家。楚老太不满顾青青这个外人在楚家白吃白喝，就可劲儿地搓磨她。本来原主只是生了一点小病，可楚家人不仅不给治，还让她拖着病体一直干活，终于是小病拖成大病。眼见着顾青青快要不行了，楚老太立刻就很是好心的跑去给顾青青找了一个婆家，隔壁村徐家。大家都知道徐家那儿子是个病老鬼，常年吃药还短命。楚老太却眉开眼笑的回来说是给顾青青找了一门好亲事。顾青青她娘上前拦着：“呸！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青青虽然不是老婆子我的亲孙女儿，可好歹也叫了我10多年的奶，
难道老婆子我还会害了他不成？男人灌他喝了药之后，又去端了一碗粥过来。你一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了，来，把这碗粥也喝了。看着徐行送到他嘴边的粥，顾青青下意识地张嘴吃了。男人继续喂，一碗热乎的米粥下肚，顾青青终于恢复了一点力气。徐行喂完顾青青喝粥，刚扶她再次躺下。哟，三弟，你这新媳妇又醒了呀？徐行没有说话。三弟啊，既然你媳妇已经醒了，那我们就说一下分家的事儿吧。老大家的，我这还没死呢，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娘，你来的正好，既然你过来了，那我就直说了啊。如今这老三都娶了媳妇了，依我看呢，也是时候大家分出去单过了。哼，老大媳妇儿，老三病重，老三媳妇儿身子也不好，就算要分家，那也该等他们两个人身子都好些再说吧。他们两个人今天才刚成亲，你就如此迫不及待的来提分家的事儿？娘啊，这三弟这病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徐家已经白吃白喝养了老三这么多年了，现在这老三都已经娶媳妇了，我提分家有什么不对的？怎么，难不成还想让我们大家都白养着老三夫妻二人一辈子不成？大嫂这话说的不错，自古以来都是养爹养娘，还没听说过谁家要养自己兄弟和弟妹的，就没这个道理。没理由就因为三哥夫妻二人都病着，就要咱们全家白养他们一辈子吧？青青下意识地看了看徐行，发现徐行的目光也看了过来。老大媳妇儿，老四家的，老三什么时候白吃白喝你们的了？只要不分家嘛，他一个病秧子能干啥？还得指望我们养着吗？老三虽然身上一直有病，可他的身子也就这2年才急转直下的。前几年老三身子还好的时候，他不仅在镇上找了差事来做，时不时的还会去山上打些猎物回来换银子。虽然他常年都要吃药，可他吃药花的钱还不及他挣回来的一小半，剩下的全都补贴了家用了。顾青青有些诧异的睁大了眼睛，没想到徐家以前竟然都是徐行这个病秧子在补贴着家用，反倒是你们几个一个个的好吃懒做，地里的活偷懒耍滑的。老大和老四2个人在外面也没个正经差事做，这个家前几年你们吃的用的不都是赖着老三吗？要不然你们以为就你们一个个的好吃懒做还能吃饱饭？肉心儿也没短着你们的。娘，瞧你说的，我和大嫂也是好心。所谓树大分枝，家大分家，咱们这么一大家子的人，一直挤在一处不分家，那也是不妥。分了家也好早点让你们二老少为我们劳心费神，不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说起来，要不是上半年大冬天你儿子落水，掉到那冰冷的河水里，老三下去救的你儿子受了寒气，他一躺就是大半个月，他的病不会再次急转直下的。刘氏的儿子小虎子当时掉入冰河中，被冲出去老远，要不是徐行及时跳入河水中救人，刘氏的儿子小虎子肯定早就死了。提起小虎子，刘氏立刻一阵的心虚。徐行当时因为救他儿子，病在床上躺了快1个月才能下地走路的，也就是那次从冰水中起来之后，徐行才隔3差5的吐血。刘氏这下闭了嘴。娘，我可不管，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都是要分家的。老大家的，现在徐家还是我说了算，分家这事儿也轮不到你来做主。听到这儿，顾青青暗忖，看得出来她这个婆母倒是一直护着徐行，而那徐行则一直看起来从容淡定，表情也没啥波动，似乎他对分家这件事情并不在意。那张氏和刘氏2人2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在顾青青看来，与其与这2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倒不如分了家干净。只是徐行都没开口，顾青青也就没有说话。哎呦，没法过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儿子呀，不是娘不想把你生下来呀，实在是这日子没法过了呀，把你生下来也是遭罪，娘不如现在就把你打了干净。儿子？什么儿子？老大家的，你把话说清楚。张氏继续哭着。娘，我媳妇她怀孕了，已经2个月了。张氏还在不停地捶打自己的肚子，徐长富用力按住她。哎呦，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我们的儿子，真就被你给打没了。梁氏往后退了一步，
没想到张氏竟然怀孕了。没了就没了吧，孩子没了才好呢，省得让她生下来就遭罪呀。要是她生下来就没有好日子过，那还不如现在我就把她打死算了。老大家的，够了，别再闹了。你媳妇儿怀孕了，你还不快去把她扶起来？娘，今天你要是不把家分了，那我就不要这腹中的孩子了。娘，那就分吧。娘，你看三弟都同意分家了，你就快答应吧。难道你这样看着你那还没出生的大孙子没了才高兴吗？娘，要是您不答应，我现在就把这个孩子给撞没他。娘，你就答应了吧，你再不答应分家，你孙子就没了。娘，我和陶红成亲这么多年，就2个丫头片子，如今她好不容易怀上了，要是这2个孩子没了，我可怎么活啊？老大家的，行了，别闹了，分就分吧。娘，趁着大家现在都在，我让常福现在就去把李正和祖老都给叫过来，让他们做个见证，今天晚上就把该分的都分了。娘，大嫂这话说的是，正巧大家都在，现在就去把李正叫过来，也好把事儿给办了。刘氏极力掩饰，却也藏不住眼里的迫切和高兴。他也想早点分出去，省得以后被老三夫妻给拖累。当天夜里，张氏就让他男人去把李正和徐家的祖老都请了过来。顾青青躺在床上，刚醒过来的她身子还是有些虚弱。分家的时候，徐行没让顾青青起来，而是同她说了一声之后，就和梁氏他们一道出去了。很快，屋子里就只剩下顾青青一个人。顾青青的目光将屋子里扫视了一圈之后，最后停在了床头的矮凳子上。这不是原主来徐家的时候带来的小包裹吗？算了，别的还是先不管，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先把身上的病养好再说。顾青青会医术，她知道现在这具身子虽然病得不轻，但是却并不是什么治不好的病，只要吃药调养一阵子，她这身子就能恢复痊愈。至于身上的伤嘛，那些淤青红肿的地方涂抹点消肿去瘀的药也能好。不行，她得想法子给自己配药吃才行。正思忖着，听见有脚步声，顾青青下意识看过去，就看见一身喜服的徐行从外面走进来，接着就又听见院里张氏的叫骂声。不是都已经分了家了，那张氏怎么又好了起来？难道分家没分成？顾青青一脸疑惑，歪头正要去问徐行，就见一个16、17岁的男子紧跟在徐行身后走了进来。三嫂。顾青青下意识点头，男子笑起来，有些不好意思，抓了抓后脑勺。怎么回事？还能是怎么回事？分家没让他满意呗。三嫂，不用管他，让他闹。原来刚刚分家，梁氏都紧着好的分给了徐行夫妻2人。张氏不服，老大媳妇儿李正大人和各位祖老都看着呢。娘分给老大他们几个兄弟的，不管是地还是房子，可都是一样的，并无任何偏私，不知你还有何不满的？张氏心里暗骂着梁氏，他这个婆母分给他们的东西是一样，并无差别，但是数量是一样，好坏却差远了。张氏不满，刘氏也不舒服呀。行了，天色已经不早了，几位祖老和李正大人这么晚了还被叨扰来我们徐家，既然现在家已经分完了，那就送几位祖老和李正大人回去歇着吧。祖老们纷纷起身准备离开。张氏再要说，哎，老大呀，你们几个还杵在那儿做什么？还不快去送送几位祖老和李正大人？行了，不必送了，都留步吧。一回屋，张氏就开始指着他的男人骂：哼，你个废物，没用的东西，分家的时候也不知道争口气儿，现在倒好了，家里什么好东西都被你娘倒腾到3房屋里头去了。不是你闹的要分家吗？家都分完了，你还闹啥呀？张氏是要分家，可没想到他婆母竟然偏心眼都到家了呀，气得睡不着觉。张氏在屋里气得不轻，刘氏那边也没比张氏好多少。分完了家，刘氏也气得脸黑。唯一能让刘氏心里舒服一点的就是，好歹现在是成功分了家，不用再被老三夫妻2人拖累着。
这边徐行他们屋里，徐明轩终于陆陆续续的帮徐行他们将分家分到的东西全部都搬了过来。搬完了东西，徐明轩也没多留，一时间屋子中就只剩下了顾青青和徐行二人。桌子上的喜烛噼啪爆了一下，顾青青一扭头，就见徐行关上了房门，转身。烛光下，徐行站在那儿，宽肩窄腰，发现顾青青正盯着他。徐行只是看了顾青青一眼，就开始脱自己身上的喜服了。只剩下里衣的他，身材看起来还要更好些。看什么呢？啊，我今天好像还是他和这个病老鬼的洞房之夜。这病秧子该不会是要和我圆房吧？正在顾青青一脸防备的时候，发现徐行突然一手撑在床沿，面色也变得很是不对劲。你怎么了？徐行抬头看了顾青青一眼，喉中一阵腥甜，再接着就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他吐出来的血怎么是黑色的？在现代，顾青青可是专攻病毒研究的天才。徐行吐出来的血暗红呈黑色，分明就是中毒的症状。记忆中原主要冲喜嫁的人是个痨病鬼，他不是得了痨病吗？可他吐出来的血怎么会是黑色的？顾青青就凭借自己的职业判断出男人不是得了痨病，而是中了毒了。无妨，我没事。顾青青没有管男人说的，而是直接将手搭在了他的脉搏处。脉搏虽然紊乱，却还算平稳。顾青青稍稍松了口气，看来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你会医术？你吐血的症状有多久了？早几年就有了。该不会是因为他有吐血的症状，所以才会被误以为他得了痨病？而且，若是早几年就有吐血的症状，那他岂不是中毒好几年了？顾青青想把心中的疑惑解开，徐行却已经掀开被子躺了下来。睡吧，不早了。算了，看他这样，估计也回答不了他什么问题，还是让他先休息吧。他的问题明天再问也不迟。桌子上的喜烛缓缓燃尽，屋外的天色也逐渐变亮了。顾青青是被肚子饿给饿醒的，掀开被子坐起来，旁边已经没了人。昨天他就知道自己身上的这身衣服破，现在顾青青才发现他身上穿的这身衣服比他以为的都还要破。凳子上放的小包袱是原主从楚家带来的。顾青青打开包袱，本来想换一身，见那包袱里的衣服也是打满补丁的，顾青青又将衣服全部塞了回去。就在这时，吱呀一声，门突然打开了。徐行是过来叫顾青青出去吃早饭的。昨天是徐行和顾青青成亲，今天一早按照规矩是要敬茶的。顾青青到的时候，梁氏和公爹徐忠诚已经坐在了堂屋，张氏和刘氏二人也在。哟，终于起来了呀！今天第一天给娘敬茶，却让他老人家等这么久。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等着娘他老人家给你敬茶呢。大嫂也别怪三嫂，她小小年纪就死了爹，从小也没个亲爹在身边娇养，难免不懂规矩。我们这做妯娌的都是一家人，哪能和她一个从小连爹都没有的人计较呢？你说对吧？哼，果然是个有娘生没爹养的东西，一点规矩也不懂。张氏刚说完，就觉得后背凉飕飕的，下意识看过去，就对上了徐行发寒的目光。大嫂，她现在是你弟妹，说话还请注意分寸。三弟，虽然她现在是我弟妹，但是你看看哪家新媳妇敬茶像她这么没规矩的？早上不早起给大家做饭也就罢了，她竟然还敢让爹娘一起等着她这么久，不是有娘生没爹养是什么？但凡她是个有人教的，也不至于这么没规矩吧？娘，您说对吧？你说谁有娘生没爹养呢？哼，难道不是吗？大嫂，我看你这样有爹养还不如没爹呢。你行了，老大媳妇儿，老三媳妇儿现在再怎么说也是你弟妹了，你是个做嫂子的，说话做事也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还有，
老三媳妇儿病着，她身上不好，是娘特意交代了老三，让老三等媳妇儿早上多睡一会儿的。梁氏开口了，顾青青没早起也是梁氏吩咐的。有了梁氏这话，张氏心里就算觉得不服气，也只得闭嘴，开始敬茶。桌子上放了2杯茶，顾青青先是端了一碗，笑着递给了梁氏，动作举止大方得体。娘，喝茶。好孩子，好孩子。梁氏给顾青青的红包鼓鼓的，这一下又把张氏和刘氏2人气得脸都黑了。娘，您偏心呐！当初我和老四媳妇嫁过来的时候，那没见你给这么多呀，那么厚厚的一包，快有大半吊钱了吧？大嫂，我们怎么能和三嫂一样呢？你没听见大夫昨天说吗？三嫂那身子硬的能不能活过明天都不好说，娘多给她点银子那也是应该的。毕竟三哥和三嫂2个人都要吃药，你我2人身子好好的，又没病，也用不着那吃药钱。娘，这可都是做您儿媳妇的，要是因为弟妹身子不好，那就多给银子。那我如今这肚子里可还怀着你们徐家的种呢，我也需要营养，我也需要补身子。我不管，今天您给了多少铜板给老三媳妇儿，那就要给我多少，要不然我这肚里的娃也不给你们徐家生了。梁氏喝完茶，这才抬头扫了张氏2人一眼。老大媳妇儿，你觉得娘偏心老三媳妇儿？娘，您要是不偏心，那就给弟妹多少红包，也给我们多少啊。前几年老三身上的病还好的时候，家里的银子大半都是他拿回来的。老大和老四这2个人这么多年了，也没见拿过几个铜板回来。娘可以不多给老三媳妇红包，只是当初老三交到宫中的银子，你们2个人可都跟着占了不少的便宜。既然你们2个人要算得这么清楚，那就把当初用老三的银子全部都还给他。这一下张氏和刘氏2人心虚了，都没了话说。顾青青见这2人吃了瘪，心里不由得暗笑，继续敬茶，又端上桌子上的另一杯茶。顾青青同样恭敬地将茶敬给了公爹徐忠诚。相对于梁氏满脸欢喜的表情，徐忠诚脸上的表情则是淡淡的，只是喝了茶就略微对顾青青点了点头。同样的，徐忠诚也把一早准备好的红包给了顾青青。昨儿个刚分家，大家新的灶台都还没搭建好呢。今天早上顾青青敬完茶后，大家还是一起在主屋这边和梁氏他们一起吃的饭。这时顾青青看见了几个孩子，2个女孩，大概一个6岁，一个8岁左右，都是张氏生的。2个男孩，小的那个看起来3岁，大的应该5岁左右，都是刘氏生的。还有一个10岁左右的半大孩子，这个是他婆母梁氏的小儿子徐小山。徐小山长得虎头虎脑的，大家都坐下来吃饭了，他才从外面满头大汗的跑进来，还被梁氏嗔了几句。徐小山知道顾青青是三哥新娶回来的嫂子，小家伙一来就往顾青青跟前跑。三嫂。顾青青看着小家伙，笑着点了点头。小家伙又说要坐在顾青青的旁边，看得出来徐小山对顾青青这个新嫂子很是喜欢。吃饭的时候，梁氏看向了徐行，问：老三啊，你的药是不是要吃完了呀？徐行点头。顾青青喝粥的动作一顿，下意识的也去看了徐行一眼。正巧徐行也把目光看了过来。他的药该不会是治老病的药吧？他身上明明是中了毒，要是真是那治老病的药，怕是吃到一命呜呼了也不会见好。唉，要是吃完了就再去镇上抓一副药回来。听见这话，刘氏和张氏2人则在心里头暗自欣喜，幸好他们2个人都分出去了，要不然就这老三3天2头的吃药，要是还住在一个屋里，那不得迟早被他们给脱离死啊。昨天刚分完家，要忙的东西还有很多呢。这地方以前是做什么的？怎么这么脏？堆放杂物的。顾青青看见地上放着镰刀、锄头还有斗笠等等，原来是堆放一些农具之类杂七杂八的地方。
顾青青打量完，外面就传来了徐明轩的声音：“三哥，嫂子，五哥说来帮你们垒灶台。”天黑的时候，顾青青他们终于将分到的屋子都收拾好了，灶台也垒了起来，现在看着也像是个煮饭的地方了。今天白天累了一天了，晚上顾青青也没有用糙米和粗面做饭，而是舀了2小碗面粉，用水调了面糊，贴了几个饼子。顾青青又用大米和红薯一起蒸了小半锅饭。家里没有别的菜，就只能凑合了。虽然就只有红薯粥和面饼子，可能是饿了，看见这些东西都觉得格外的香。吃完饭，徐行就出去了。顾青青琢磨着给自己弄药呢。大约半个小时后，徐行从外面回来了，递给了顾青青一个东西。这是什么？你身上有伤，这药膏可以抹在伤口处。顾青青发现徐行给她的这个药膏正好是她需要的药。由于伤口是在脑袋后面，顾青青看不见呢。还是我来吧，别怕，我轻点。徐行细心地帮顾青青将后脑勺抹了药之后，又把药膏递给了她。你把别的地方也都抹抹。别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抹的？徐行出去之后，顾青青才知道徐行说的别的地方是他身上。这些旧伤都是原主在楚家的时候被楚家人打的。抹好药膏，顾青青暗暗决定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给养回来。徐行是在顾青青穿好衣服后进来的。都抹好了？对了，你这个药膏是从哪儿来的？一位兄弟给的。兄弟？顾青青再要问，一抬头就看见徐行突然面色发白。你没事吧？顾青青见徐行吐出来的鲜血比昨天晚上吐的还黑，看来徐行身上的毒应该是越来越严重了。你这病是怎么回事？我这病已经多年了，无妨，别担心。他明明是中毒，为何都说他是得了痨病？还有，徐行身上的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又是怎么中的？天色不早了，睡吧。歇了一晚之后，顾青青的身子又恢复了些。今天徐家人都早早的下地去了，徐行也在吃完早饭之后出去了。家里除了几个小孩，就剩下顾青青一个人。徐家住在山脚下，山上的草药更多，要是他去山上，肯定能采到一部分他需要的草药。想到这儿，顾青青决定出去试试看，于是拿了小锄头，顾青青就背着背篓出门了。顾青青刚出去，没走多远呢，就感到有人在他身后窃窃私语着。你们看，那不是昨天徐家刚新娶回来的媳妇儿吗？她怎么出来了？不是说她已经病入膏肓了吗？是呀，前天我可是亲眼看见大夫说她没救了，这才没2天，她居然又能出门了。顾青青没有管那些人议论的声音，继续往山上走。到了山上后，顾青青果然惊喜地发现山上确实有不少草药。除了草药，顾青青还发现了一些野菜。摘了一点野菜之后，顾青青又继续忙着去找她需要的草药。顾青青身上的病需要的草药都是些常见的寻常药材，在山上并没有费多大功夫，顾青青就把她需要的药材都找齐了。只是徐行的病要麻烦些，顾青青在山上找了大半天，才找到几种帮徐行解毒的药材。另外需要的药材，顾青青并没有找到。由于已经出来了大半天，顾青青见时辰不早了，也准备下山回去了。这次上山，除了那些野菜和草药，顾青青还在一处草丛中找到了一窝野鸭蛋呢。她从山上沿着原路返回。三嫂，五弟，你叫我？哎呀，三嫂，你去哪了？全家人都在找你。顾青青还没说话，张氏就阴阳怪气地走了过来。哟，老三媳妇儿，你还知道回来呀？我还当你这是见三弟要死了，害怕做寡妇，就从我们徐家跑了呢。大嫂，你要是再敢咒我三哥一句，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在徐家，徐明轩和徐行兄弟2人的关系一向是很好的，再加上这个徐明轩也是个混的，张氏不大敢招惹他，怕真将眼前的徐明轩给惹急了再对他动手的，张氏也就闭了嘴。嫂子，三哥的病又严重了，你快和我回去一起看看。是吗？
徐醒的病又严重了，难不成他又吐血昏迷了？顾青青见徐明轩满脸的焦急担心，也顾不上问上那么多，抬脚就跟着他一起往徐家跑。娘，三嫂找到了。顾青青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徐小山在哭。三哥，你醒醒！娘，大嫂说三哥要死了，我不要三哥死，我不要三哥死。梁氏也在一直叹着气。刚刚大夫也来看了，说是徐行要熬不过明天，怕是就没了。顾青青看见这一幕，赶紧放下背篓过去给他把脉。梁氏看着床上昏迷不醒的徐行，老三呐，你可别吓娘啊！你要是走了，娘可怎么活呀？不会的，三哥不会有事的。娘，我去找大夫，我现在就去找大夫。嘿，五弟呀，我看你还是别瞎忙活了。大夫可是刚从我们家离开呢，大夫可说了，三弟的病怕是熬不过明天了。你给我闭嘴！行了，少说两句。尽管张氏心里还是不大服气的，但自己男人都这么说了，张氏终于还是闭了嘴。这边顾青青给徐行把完脉之后，又从屋里找了把剪刀。三嫂，你干啥呢？老三媳妇儿，你做什么？顾青青没有回答梁氏和徐明轩二人，而是对着徐行的手指用力地扎了一下。就在这时，老三，你醒了。三哥，你醒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终于醒了。娘，你看三哥醒了，我就说嘛，三哥吉人自有天相，他肯定不会有事的。梁氏看见徐行醒了过来，也高兴得连连点头。刚醒的徐行眼神还有点涣散，想不到徐行这个病样子还真是命大，好几次眼看着就要没命了，竟然还叫他又给醒了过来。这边梁氏高兴过后，又说要去给徐行煎药。娘，还是我来吧。顾青青是徐行的媳妇儿，顾青青说去帮徐行煎药，梁氏当然是欣喜的答应了。这边帮徐行煎药的同时，顾青青也没有忘记把自己的药清洗出来，一会儿也煎上吃上一碗。顾青青去送药的时候，徐行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老三媳妇儿，药熬好了？顾青青点头。三嫂，我来把药端给三哥。小山，过来，药烫仔细别洒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三哥送去吧。那我下次再给三哥端药。顾青青端着药走到徐行的床边，顾青青一脸认真的反复吹了吹。不烫了，吃吧。梁氏不放心徐行的病，徐行吃完药后，又去把村里的大夫找过来帮徐行看了看。那大夫早就觉得徐行的病治不好的，只是帮徐行把了把脉就走了。梁氏和徐明轩二人出去送大夫。该不会就是刚刚那个大夫说徐行是得了痨病吧？还真是个庸医。那大夫走后，顾青青也去灶房把他自己的药喝了。等他的药吃完了，要是不够，那他就再去山上采一点，反正那山上的草药还挺多的，说不定下次去还能把徐行的草药也帮他找齐了。顾青青喝了药回屋去了，发现桌子上竟然多了一包东西。之前的时候顾青青没注意。这是什么？打开看看。衣服？这裙子哪儿来的？买的呀。除了裙子，徐行还把顾青青叫到跟前，给了他一包东西。这又是什么？徐行同样没有回答，而是让他自己打开。只见徐行递给他除了有2吊钱之外，还有一张地契和一张房契。房契就是他们分家分到的这3间房子了，地契也是分家的时候分到的地，只是这个地契上写的好像是租赁。难道徐行他们家的地其实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从别人那儿租来的？这些都是那天分家得的，你都收着吧。徐行说完，顾青青突然想起来梁氏和他公爹还给了他2个红包，将红包找出来，顾青青打开看了看。现在顾青青手里一共有3吊钱，在古代1吊钱就是1两银子，所以也就是说他们有3两银子呢。看着这个破屋子还有这些散碎铜板，顾青青暗暗决定，等他身上的病养好了，
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银子。晚上顾青青先把自己的药吃了，这才把徐行的药给他端过来。这个药，这个药吃了就睡吧。黑暗中，顾青青一脚不知道踩到了什么，把脚拿开。顾青青在里面躺下后，怕不小心再碰到徐行，也不敢再乱动。徐家住在山下，晚上山风大，又是秋凉的天气，睡到半夜，顾青青觉得有点冷了。睡梦中的顾青青也睡得不大安稳。后来她好像是被什么温暖的东西给包裹着，不冷了。顾青青醒过来的时候，身边的徐行已经不见了。换好衣服后，顾青青打开门，就看见站在外面的徐行，发现顾青青换了他给他买的新裙子。徐行打量了小媳妇儿一眼，好看吗？好看。二人各自吃了饭，炉子上的药也熬好了。顾青青把药端给徐行，徐行喝了2口，就突然抬头看向他。这个药不对，这个药不是我平时吃的。不错，我给你吃的药确实不是你以前吃的。那这是？是我去外面帮你采回来的。你看，那还剩下一半呢。你会医术？顾青青看着徐行，话刚到嘴边就顿住了。他确实会医术，但是这个身子的元身好像并不会医术，总不能告诉徐行实话吧？毕竟别说徐行了，就算是顾青青自己，她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一觉醒过来就穿越到了这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架空朝代。对面的徐行却还在等着他回答。我是会一点医术。我这病寻常的大夫都治不了，以后别再去帮我采药了。别的大夫对徐行的病或许是没辙，但是徐行身上这个病对他顾青青来说并不是治不了的病。虽然他现在暂时还不能帮徐行将身上的毒完全解了，可帮他稳住身上的毒那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药我都采回来了，你就先吃2天，要是没用再不吃就是了。徐行喝了药后，同样的，顾青青又去把他自己的药煎来吃了。这药可真苦啊！下意识的，顾青青不由得忍不住看了徐行一眼。他好像每次见徐行吃药都是面无表情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喝白水呢，这人就不怕苦的。顾青青不知道，喝完药后的他皱着眉头，瘦巴巴的，看起来又委屈又可怜。徐行伸手刚想去哄哄小媳妇儿，老三媳妇儿，你们都在呢啊。娘。徐行起身站了起来，梁氏过来是同徐行和顾青青商量种地的事情。秋收完，地里现在要种小麦和蔬菜了。徐行和顾青青2个人身子都不好，2个人都有病，梁氏就决定带着徐明轩兄弟一道去帮顾青青他们把地给种了。今天梁氏过来就是给他们说这个事儿的。娘，我身子无碍，让青青在家里歇着就好，我同你们一起下地。哎呀，老三呐，你昨天才吐血昏迷，你下地娘也不放心呐。这地里的活儿有娘和老五他们，你只管在家歇着。顾青青身上的病虽然还没好，但是下地干活还是没问题的。昨天她还去山上采了药呢。顾青青说她要去地里。老三媳妇儿啊，地里的事儿有娘和你五弟他们呢，你呀就和老三在家歇着，好好的把身子养好就行了。梁氏虽然不同意徐行和顾青青下地，徐行还是跟着一起出门了。至于顾青青，梁氏只让顾青青在家里给他们做饭就行。顾青青今天要做一大家人的吃的，灶房里除了红薯也没别的菜了。想了想，顾青青决定再去摘点野菜回来。背了背篓，顾青青拿起挖野菜的小锄头就出门了。顾青青先是挖了点芥菜，又挖了点面条菜。摘好野菜，顾青青没想到回去的时候竟然意外看见了徐行。你去哪儿了？我出来挖了点野菜。徐行也看见了小媳妇儿背篓里的野菜，知道小媳妇儿是出去挖野菜了。徐行又把手上提的那2条鱼递给了他。这鱼是从哪儿来的？我去集市买的。太好了，有了这2条鱼，那中午大家就可以有鱼吃了。灶房里有2口锅，一口做饭，一口做菜，饭菜都做好了。顾青青让徐行将鱼汤端到桌子上，
他则打算去地里叫大家回来吃饭。顾青青才来徐家几天，并不知道徐家的地在哪儿。不过徐小山却知道，徐小山说要和顾青青一起去，顾青青就让徐小山带路。一大一小还没出门呢，就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男人长得浓眉大眼，穿着粗布衣裳，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人。二哥！男人一把将徐小山抱了起来。哎呦，重了些。娘还说我最近长高了一点呢。说话间，徐行也走了过来。二哥。男人放下徐小山，看着徐行点了点头。这位就是弟妹吧？徐行嗯了一声。去地里干活的梁氏他们也都回来了。老三媳妇儿，这是你二哥，前几天他不在家，你就没见过他。顾青青点头，也跟着叫了二哥。三嫂，你都做了啥好吃的？我在外面就闻见香味了。五哥，三嫂做了鱼肉，可香了。你们兄弟二人呐，一天就只知道惦记着吃了。桌上的菜已经摆好了。老三媳妇儿，你去采野菜了？婆见家里没菜，就去摘了点野菜回来。这鱼不错。虎弟，这个鱼你要是喜欢，那就多吃点。你们先吃着，锅里还有菜馍，我去给你们拿。徐行怕小媳妇儿再被烫到，也跟了过去。还是我来吧，这儿有我，你呀也去和娘他们一起坐下吃饭吧。二哥，你这次回来能住几天啊？还和往年一样，能住上小半月。二哥，你可以不走吗？徐小山口中的话刚说完，桌子上吃饭的人脸色明显都变了一下。这怎么了？都吃饭吧，再不吃菜可就要凉了。对，吃饭。三嫂，这鱼做的不错。为何说到徐行二哥的事情就都不说话？难道是有什么隐情吗？安儿，你在那边一切都还好吧？一切都挺好的。宋老爷人厚道，也不苛责府上的下人。下人？难道徐行的二哥是在他们口中那个宋老爷的府上做下人？难不成徐行的二哥是被卖去那个宋老爷府上的？只是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徐家把徐行的二哥卖去别人府上去做下人？怎么了？顾青青反应过来后，立刻摇了摇头说没事儿，又继续吃饭。徐家人今天下地干了半天的活，都又累又饿，一顿饭下来，桌子上的菜也都全部被吃得干干净净的。只是顾青青还一直思考着徐行二哥的事儿。为何徐行二哥会在别人的府上做下人，还要去地里干活？吃了饭，梁氏他们又下地了。上午徐行去了镇上一趟，下午徐行也跟着一起去了地里。顾青青则是留在家里头剥红豆。今天他去山上挖野菜的时候，意外地看见山脚下有一些野生红豆。顾青青打算将这红豆剥出来，一会儿煮一锅红豆汤送去地里给大家喝。徐小山也在家，看见顾青青在剥红豆，徐小山也主动跑过来要帮忙。小山，二哥是不是很少回来？二哥一年就只回来一次，每年的秋收后，二哥都会回来，有时候还会给他带些小玩意儿回来。娘说二哥在宋府做差事，不能经常回来。三嫂，为何二哥在宋府做差事就不能回来呢？可能二哥的差事忙吧。可是以前三哥也在镇上的酒楼做事，三哥就能经常回来。你三哥以前在酒楼做伙计？不是，三哥不是在酒楼做伙计。不是伙计，那是什么？三哥可厉害了，三哥以前可是醉香楼的账房。醉香楼，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个酒楼。醉香楼可是镇上最大的酒楼呢。一大一小说话间，红豆也全部都剥了出来，动作麻利的洗锅生火。顾青青开始煮汤，红豆要煮得软烂才好喝，小火慢熬，汤汁儿变得有些粘稠了。徐小山也凑了上来，顾青青笑着用勺子舀了一碗给他捧着喝。好喝吗？刚抬头，顾青青就看见门口趴着两个小姑娘。过来吧。两个小姑娘却只是看着顾青青，怯生生的不敢动。香儿、云儿，过来喝汤，三嫂做的红豆汤可好喝了。顾青青这边已经盛好了2碗汤，走过去一人一碗递到两个小姑娘跟前儿。
只是两个小姑娘还没有来得及从顾青青手里接过汤，远远的就传来了张氏的叫骂声：“香儿、莹儿，给我回来！人呢？再不回来，看老娘不剥了你们两个贱蹄子的皮！”这下两个小姑娘再也不敢要顾青青的汤了，吓得拔腿就跑。很快，外面又传来两个小姑娘的哭声：“呸！两个赔钱货，老娘养你们有什么用？是老娘没给你们吃饱还是喝饱啊？他一个病鬼，你们跑他那儿去做什么？我嫌晦气！哼，就你们这两个小赔钱货倒也罢了，要是跑去那些个不干净的地方沾染了什么晦气回来，过给了娘这肚子里的儿子，把你们两个卖了都不够赔的。”张氏一路骂着两个小姑娘回了屋。三嫂、大嫂她，不用管她。走，我们一会儿去给娘他们送红豆汤去。好。地里有5个人，顾青青拿了5个碗，这才和徐小山一道出门。徐小山怀里抱着5个碗跑得飞快，一路上一蹦一跳的，顾青青真怕徐小山把碗给摔了。路上有人对顾青青私下指指点点的：“哎，那徐家新娶回家的儿媳妇儿，看来是真的病好了，没想到人都已经死了，嘿，竟然还能给她活过来。活过来能有啥用？就她嫁的那个病秧子，指不定哪天就成寡妇了。哎，可不是嘛，徐家那个病秧子活了今天没明天的。哎，你们知道吗？村里的人可都在说这个病秧子活不了多久的。”顾青青和徐小山一起继续往徐家的地里走。虽然已经是秋天的天气，可是在地里干活的梁氏他们也热得直淌汗。娘，我和三嫂给你们送汤喝来了。徐行走到小媳妇跟前，见小媳妇累得有些喘：“你怎么来了？”“三哥，我和三嫂来给你们送汤。”“送汤？”“我煮了红豆汤，还热乎着呢。你去把娘他们都叫过来，喝上一碗。”徐行来了，这汤也就不用顾青青提过去了，跟着徐小山先去田里边。“有汤喝，我正渴着呢。三嫂，快给我盛上一碗。”“老三媳妇儿，你这红豆从哪儿来的？家里头并没有红豆啊。”“娘，今天我去摘野菜的时候，瞧见山脚下有野生的红豆，我就摘了一点回来。”“啊，舒坦，这汤可真好喝。”梁氏也说这汤好喝，就连公爹徐忠诚也连续要了2碗。“哎，弟妹，你呢？你怎么不喝啊？”“我在家已经喝过了。二哥，你们喝。”“老三媳妇儿啊，你身子不好，这山脚下风大，你还是带着小山一起回去歇着吧，别吹着了。”顾青青说要在附近摘点野菜再回去。徐行嘱咐他只能在山下摘，不能上山去。顾青青暗笑着，山上他可是早就去过了的。徐小山跟着顾青青，2个人一大一小的往山脚下去。意外的，顾青青发现这边山脚下的野蘑菇还挺多的。顾青青欣喜地蹲下来摘蘑菇，徐小山也要过来帮忙。顾青青连忙阻止了他，怕徐小山摘到有毒的野蘑菇。徐小山听了顾青青的解释，听话地蹲在一旁，只看着顾青青一个人摘。脚下的野蘑菇摘完，顾青青又往前走了一小段路。“三嫂，你看那棵树上长了好多蘑菇，那个能吃吗？”只见一棵干枯的树根部分密密麻麻长了不少伞状的野蘑菇，这是真蘑，没想到还能在这儿看见这么好的东西。顾青青欣喜地走过去，蹲下来就开始摘。叔嫂2人一起将树根底下的野蘑菇全部都给摘了下来。徐行他们远远地在地里干活，时不时的他也会盯着这边看一眼。见小媳妇儿和徐小山2个人一直蹲在地上刨弄着，以为小媳妇儿还是在摘芥菜、蓬蒿等，徐行就又继续埋头干活。顾青青领着徐小山沿途在这山边上摘了不少的野蘑菇，2人不知不觉地往山上走去。顾青青看见能吃的就都摘了，还要回去给大家准备晚饭。见天色不早，顾青青决定今天就先暂时摘这么多。就在顾青青准备和徐小山一起往回走时，突然看见前面一个小斜坡上有一种徐行需要的草药，顾青青欣喜的就要去摘。就在顾青青快要够着的时候，突然脚下踩滑，就在顾青青以为会摔倒在地的时候，意外落入了一个宽大厚实的怀中。三哥，
好险！怎么上山来了？三哥，嫂子是和小山一起来摘野蘑菇的。野蘑菇？你看摘了好多呢。你上山就是为了摘这个？这山上常有野兽出没，以后要摘野菜就在山下摘，别再到这山上来了。顾青青知道徐行是怕他遇见危险，也没有反驳。三人一道下山，徐明轩看见木桶里的那些蘑菇。哎呀，三嫂，你摘这些毒蘑菇做什么？该不会这儿的人不知道有些野蘑菇是能吃的吧？虎弟，这野蘑菇有些确实有毒，但是有些野蘑菇不仅没毒，吃起来还很是鲜嫩爽口，比一般的野菜都好吃呢。三嫂，前几年村里有个村民吃了山上采回来的野蘑菇，当天夜里人就没了。你会辨认这野蘑菇？虽然这个野蘑菇有些有毒，但是我能区分它们。有毒的野蘑菇我一眼就能认出来，不会有错。对了，我听说镇上的醉香楼就在卖野蘑菇，而且卖的还不便宜。不过除了醉香楼，也没别的地方卖这野蘑菇了，就怕有毒。顾青青记得曲小山说过，徐行以前在醉香楼做过账房。不错，醉香楼确实在卖野蘑菇，每天都有专人送新鲜的野蘑菇过去。三嫂，你当真能辨认这些野蘑菇有没有毒？放心吧，这些野蘑菇我以前都吃过，不会有毒的。不仅吃过，顾青青在现代还经常吃。晚上吃饭的时候，顾青青将做好的野蘑菇端到桌上，大家知道顾青青会辨认野蘑菇，都笑着说今天晚上有口福了。听说那镇上的醉香楼卖的野蘑菇一份就要半吊钱呢。我在宋府的时候经常见府上的老爷和小姐吃，没想到这次回来托弟妹的福，我也能尝尝鲜。徐安吃了一口。二哥，怎么样？味道如何？不错，鲜嫩爽滑，好吃。真的吗？那我也尝尝看。一口吃下去，好吃好吃，这可真香。爹娘，你们也都别愣着了，来，大家都来一起吃。这下桌上的人纷纷动了筷子，大家吃了野蘑菇后都点头说好吃。三嫂，你会辨认这野蘑菇，不如也摘点儿去镇上卖啊。那野蘑菇镇上的酒楼卖的那么贵，指不定你去卖也能多卖几个铜板呢。这能卖出去吗？对了，那醉香楼不就在卖野蘑菇吗？以前三哥在醉香楼做过账房，也有熟人，不妨就送去醉香楼卖去。顾青青暗忖，今天他可看了下那边山上的野蘑菇，因为没有人去采，还挺多的。真要是能卖钱的话，那他倒是可以去采一些去卖。卖野蘑菇的事儿，大家提了一嘴，也没再多说。顾青青却是暗暗记下了，他打算这2天就去多摘一点，到时候再拿去镇上卖。晚上顾青青还是把他采的药煮给了徐行吃。徐行吃完药，顾青青才准备喝他自己的药。这个药可苦了。就在这时，徐行突然给了一块蜜饯。这是哪来的？今天去镇上买的。于是顾青青欢喜地吃起了蜜饯。甜吗？顾青青一边吃一边点头。你要吃吗？你吃吧，我不吃这个。门外突然有人敲门。谁？三弟，睡了吗？是二哥。我出去看看。顾青青好奇，这么晚了，徐行二哥为何还突然过来找他呢？徐行一出来，徐安就将手中的一袋铜板递给了他。三弟，这些是二哥在宋府主子打赏给二哥的一点赏钱，不多，你拿去收着。二哥，你在宋府一个人，身上还是需要有银子才方便，这个钱还是你自己收着吧。哎呀，三弟，二哥在宋府吃的穿的都不全，平时在府上我也没啥需要用银子的地方，倒是你身上有着病，又常年都要吃药，你比二哥更需要这个钱，二哥给你就收下，和二哥还客气啥呀？他们二人在门口说话的声音，顾青青在屋里也听得很是清楚。顾青青想不到这么晚了，徐行的二哥居然过来是给徐行送银子的。看来徐行的这位二哥对徐行这位兄弟还算是不错的。徐行的二哥对徐行是真的关心。徐行的二哥到底是为何去那个宋老爷的府上当下人呢？顾青青正疑惑着，徐行也从屋外走了进来。二哥呢？他去小山住的屋子了。二哥是和小山一起住？难道在徐家，徐行的这位二哥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二哥1年也难得回来一次，平时也不住在家里，就没有单独给他留住的地方。
小山那屋虽然不大，可二哥过去也能住得下的。不知二哥为何会去宋老爷府上做事？沉默了一阵后，徐行这才抬头看向顾青青。二哥10岁那年，3年大旱，粮食收成不好，到处都在闹饥荒，没有吃的，就连村里的草根树皮都被抢来吃完了。那时徐家一家人都饿了好几天，大哥被饿得晕了过去，其他人也都饿得只剩下一口气。要是再没有粮食吃，徐家人怕是都会被饿死。为了换粮食，也为了大家都能够活下去，也就是在那年，二哥被爹10两银子卖去了宋府当下人。为什么这么多年，徐家却一直没有把徐行的二哥赎回来呢？为何没把二哥赎回来？赎不回来了。赎不回来？这话什么意思？为何赎不回来？二哥签的是死契。死契？他没想到徐行的二哥居然签的是死契。就没有别的法子吗？有。什么法子？除非主家同意放人。在古代，一旦签了死契，那就是主家的私有财产，而且签的时候双方都是按手令画押的。主家身上有生气，徐家要是去赎人，那就是毁约。徐家毁约还想主家放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如此看来，徐家要想赎回二哥，确实有点困难。今天晚上，顾青青怕又踩到徐行身上不知道什么不该踩的地方，没等徐行上床，顾青青就先脱了鞋子躺了上去。中间顾青青还故意空了一点地方，将他和徐行2个人给隔开了一段距离。早上醒过来，顾青青发现自己竟然整个人都躺在徐行的怀中。地里的活还没干完，今天徐家人还要继续下地干活。昨天五弟徐明轩提议摘野蘑菇去卖给醉香楼，顾青青今天也就跟着徐行他们一起出门了。徐行嘱咐顾青青不能上山，只许在山下摘。顾青青点头答应。今天出来，顾青青除了摘野蘑菇，还打算再寻摸点草药回去。接着连续几天下来，顾青青都是一边在山上摘野蘑菇、野菜，一边给他和徐行采药。这天早上，大家刚吃完饭，梁氏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一下看向徐行：“老三，娘发现你最近几天好像都没有再吐血了呀。”“哎呦，娘，对呀，我也发现三哥好像好几天都没有吐血了。三哥，你的气色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老三，太好了，太好了！娘看着你身子一天比一天好，娘也就放心了。”徐行却下意识将目光看向了顾青青，在座的只有徐行清楚，他最近吃的药都是顾青青给他采回来的药。哈哈，看来三弟成亲后，弟妹将三弟照顾得不错，不然三弟的身子也不会在和弟妹成亲之后就明显的好了起来。哦，老三媳妇儿，这些天都是你在给老三煎药啊，辛苦你了。顾青青却在暗忖，看来是他给徐行吃的药起作用。青青，这几天你给我吃的药是什么药？老三，难道青青给你吃的药不是你平时吃的？娘，不瞒你说，最近几天我吃的药都是青青上山去采回来的药。什么？老三，你说你这几天吃的都是你媳妇上山去给你采的药？自从那天昏迷醒来，我吃的就是青青帮我采回来的药。老三媳妇儿，你会医术啊？一时间屋子中所有人都把目光看向了顾青青，就连公爹徐忠诚看向顾青青的目光也带上了几分诧异。三嫂，你当真会医术啊？娘，五弟，我确实是会上一点医术。老三媳妇儿，你的医术从哪儿学来的？谁教你的医术啊？对啊，三嫂，你的医术是谁教的？就连徐行也将顾青青看着，等着他回答。7岁那年，我死了爹，我娘就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们一起改嫁到楚家。在楚家，我和弟弟妹妹吃不饱，穿不暖，病了也没人找大夫。一开始，娘会找些寻常的药草给我们吃，后来时间长了，我自己就也学会了一些治病的法子。要是病了，就自己去村里采药来吃。老三媳妇儿，现在呢，你和老三成了亲了，来了我们徐家，
今后我们徐家都不会再让你受委屈的。三嫂，今后谁要是再敢欺负你，我第一个去帮你揍他。行了，你一天不给娘添乱就不错了。你三嫂有你三哥呢，用不着你再去添乱。对了，老三媳妇儿，既然你给老三吃的药有效果，不妨以后就让老三吃你采的药好了。顾青青也正是如此打算的，以后她会让徐行都吃她的药，就算不能解毒，徐行吃她的药，身上的毒也不会加重的。说不定慢慢的他就能帮徐行将身上的毒完全给解了。三嫂，你到底给三哥吃的药是什么药啊？那么有作用？这些年三哥吃的药不少，但是我看以前三哥吃的药好像全部都没啥用呢。还是三嫂你厉害，你给三哥吃的药这才没多久呢，就已经有效果了。你的病是怎么回事？三哥不是得了痨病吗？可是我给你三哥吃的药却是解毒的药。啊？什么？解毒的药？三哥好端端的又没有中毒，吃什么解毒的药啊？你的病其实是中毒，并不是痨病，对不对？不可能，这不可能。三嫂，你说错了，肯定是说错了。三哥身上的病怎么可能是中毒呢？这不可能。要不是中毒的话，那我给他吃的药就不会有作用。三哥，你身上的该不会真的是中毒了吧？不错，老三身上的病确实是中毒了。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啊，娘，三哥身上好好的，怎么会中毒呢？当年我还是大户人家的奴婢，那天主母赏赐了一点点心给府上的惠夫人，恰好惠夫人当时没胃口，就把那点点心赐给娘了。当时得了这点点心之后，娘也没想那么多，就欢喜的给老三拿回去。娘是不知道啊，娘真的不知道，娘怎么都不会想到主母赐给惠夫人的点心会有毒啊！娘更没想到会因此害了老三。老三，是娘害了你呀！要不是娘没有保护好你，你不至于这么多年经常吃药备受折磨。娘，这不怪你，三弟说的对，这是意外。你也不知道那个点心有毒，你就别自责了。原来徐行身上的毒就是这么来的。那盒点心有毒，这么说，那主母是要谋害那位惠夫人。这碟点心本来是给惠夫人的，却被三弟给误食了。看来当家主母要害的人确实是惠夫人。老三吃了点心，当时就吐了血，娘吓得赶紧抱着他去找大夫。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外面的药铺都关门了，又下着大雨，娘就抱着老三沿街去找药铺敲门，还被好几次赶出来。终于找到一家药铺肯给老三治病了。大夫看了之后说老三是中毒了，可是大夫不知道老三到底中了什么毒，也就没法给他开药。就在这时候，娘想到了那点点心，于是抱着老三又回去找了惠夫人。没想到娘抱着老三还没回去呢，就听说府上出事了。惠夫人住的小院失火，火势太大，不仅惠夫人和她府中那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就连惠夫人所生的大公子也一并葬身在火海了。徐家人听得不寒而栗。看来那位主母发现谋害惠夫人不成，竟直接去放火杀人了。那当家主母也未免太过心狠手辣了一些，连孩子都下得去手。五弟，大户人家内宅后院里，这种见不得人的肮脏事情常有发生。外面看着光鲜，内里倒是烂透了。内宅后院里，娘也见过不少害人的手段。那后来呢？后来又怎么样了？那惠夫人对娘有恩，虽为主仆，可惠夫人待娘是极好的。惠夫人出事儿了，娘当时就抱了老三要去看她，结果跑到一半就听见府上在传，是娘放火害死了惠夫人，要抓着娘去报官。什么？这简直就是栽赃陷害啊！这事肯定不用问，又是那个当家主母做的。唉，当时老三还在吐血，情况危急，
要是娘真的被那些人抓了，老三会没命的。所以娘当时也不敢再回去找灰夫人了，抱着老三就赶紧逃命。娘一路上抱着老三逃出城的，慌慌张张的跑了一夜了。本来以为会有追兵来追查，意外的却并没有人追上来。再后来，娘就带着老三回了村子，一直过了这么多年。娘，这么说那位当家主母并没有派人抓过你？娘，既然那主母冤枉你放火杀人，为何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因为那位当家主母很清楚娘并不是凶手，真正的凶手是她自己，娘只是她找的一个替罪羔羊罢了。这件事要是真的闹大，那位主母也怕查到她自己头上。娘走了，她很快就会找到第二个替罪羊，并不一定是需要娘来定罪。弟妹说的不错，大宅内院的阴私事本就见不得光，更何况还牵扯到府上的公子和夫人，当家主母更不可能闹大此事，只会暗中私下处理。那府上的主母也未免太过阴毒了一些，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胡弟，大宅内院里下人的命本就不值钱，主子厚道些还好，主子要是不厚道，下人奴婢被打死也是常见的。那位当家主母连府上的公子和惠夫人都敢暗害，更何况是府上的下人呢？唉，娘和老三能捡回一条命来，已经是很不易了。就在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徐行突然起身走了出去。哎，三哥，你去哪儿？徐明轩要去追，却被梁氏拦了下来。顾青青看了看梁氏，又看了看刚出去的徐行，总觉得这件事儿，梁氏好像还有什么事儿瞒着大家。但是看出来，梁氏和徐行都不想再多提当年的事儿，顾青青也不打算再多问别的。娘，既然三哥身上当年明明是中毒，为何你和三哥回来之后却隐瞒了此事？娘以前在大户人家做事儿，突然回来，本来就让人生疑的。要是老三中毒的事儿再传开，娘怕会招惹祸端的，这才没有说出老三中毒的事儿。那岂不是这么多年，三哥一直吃的都是治痨病的药？顾青青也在这时将目光看了过去。要是徐行真的一直吃的都是治痨病的药的话，那他吃了这么多年还能活着，也真是命大了。老三这些年吃的一直都是镇上的大夫给他抓的药，只是这么多年一直查不到他当时中的是什么毒。他吃的药是不少，却一直没有多大作用。不是村里的胡大夫吗？嗨，那胡大夫就来给三哥瞧过几次病而已。弟妹，三弟吃了你的药有用，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三弟到底中的是什么毒？我其实也不知道他到底中了什么毒，只是知道一个偏方，听说那个偏方可以解百毒，就给他试了试，没想到居然吃了还真有用。虽然徐家人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但是能帮徐行解毒就是好的。徐家人也就没有再多问顾青青别的。想到刚刚不久前出去的徐行，顾青青决定出去看看。院外，徐行负手而立，顾青青看着站在不远的徐行，想了想，还是走过去。你口中的话还没说完，徐行就突然转过身。你还好吗？小傻子，青青，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徐行和顾青青他们两个人在分家的时候分到的地，昨天就已经全部种完了。今天梁氏他们种的是他们留下的地，不过前几天都是顾青青在给梁氏他们做饭，所以接下来的几天，顾青青也打算继续帮梁氏他们准备一天的饭食。前几天顾青青每天都跟着梁氏他们一起出门挖野蘑菇，到了今天，家里已经有不少野蘑菇了。张氏和刘氏两个人也注意到了顾青青采回来的野蘑菇，看见那么多野蘑菇，张氏不由得在心中冷笑：哼，弄那么多野蘑菇回来，毒不死那两个病鬼。分家的时候，梁氏将好房子分给了顾青青夫妻二人。刘氏也一直气不过，看见顾青青采了那些有毒的蘑菇回来，刘氏就开始在心中盘算，最好顾青青、徐行两个人都能被那些毒蘑菇给毒死。徐行和顾青青要是死了，那他们就可以去把徐行夫妻二人现在住的那几间屋子给分了。还有，
最近梁氏他们也和顾青青夫妻二人一道吃饭，刘氏是知道的。刘氏想把徐家的房子都占为己有，不由得还暗暗盼着最好把他婆母他们一起给毒死了才好，这样徐家的房子他就可以分到大半了。顾青青前几天每次和徐行他们出去，除了摘野蘑菇外，顾青青还摘了别的野菜，就连草药顾青青看见了也会顺手扒了一些回来。现在顾青青身上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也就不用再继续吃药。除了帮徐行采药之外，顾青青也采了些寻常的草药回去，晒干了放着，以后要是需要那就抓上一点，直接煮来吃就可以了。顾青青每次同徐行他们出去摘野菜，都会提前带着徐小山回来给大家做饭。今天也是，顾青青将背篓和小锄头放下，就准备去洗锅生火。今天徐明轩去河里摸了些小鱼小虾和螃蟹，这会儿都在盆里头泡着。中午顾青青打算就把这鱼虾和螃蟹都给大家炖上一锅，徐小山也主动帮忙。桌上好几个菜端上了桌，有荤有素，大家都吃得很是满足。前几天每天早上顾青青醒过来都是在徐行的怀里，偏偏每次都是顾青青跑到徐行那边。今天晚上睡觉前，顾青青怕自己睡着之后再跑到徐行怀里去，故意往里躺了躺，离徐行远点。结果早上醒过来，他居然再次在徐行怀里醒过来的。二人起来后，顾青青脸上表情一脸心虚，徐行则是一脸满足的。家里采的蘑菇已经够多了，今天顾青青决定去镇上试试，看看能不能把野蘑菇给卖出去。醉香楼是镇上唯一卖野蘑菇的酒楼，再加上徐行以前就在醉香楼做过事儿，所以顾青青打算直接把野蘑菇送去醉香楼。这还是他第一次来镇上。顾青青跟着徐行一起到镇上之后，听见前面一位大叔在叫喊：烧饼，卖烧饼喽！热乎乎的烧饼，刚出锅的。顾青青见那个烧饼做的是又大又厚实，就这一个烧饼，怕是都能管饱。你想吃烧饼？醉香楼在哪儿？走吧，我们还是先去把野蘑菇给卖了。徐行带路，很快顾青青就跟着徐行在一家酒楼门前停了下来。顾青青打量着跟前的酒楼，只见朱红的大牌匾上赫然写着醉香楼3个大字。这醉香楼果然是镇上最大的酒楼，看起来也很气派，看得出来这醉香楼的生意应该是不错的。顾青青跟着徐行走了进去，由于徐行以前在醉香楼做过事儿，里面的伙计都认识，大家看见徐行，还有伙计同他打招呼。徐行对大家点了点头，又找了一个伙计来帮忙。因为徐行的关系，顾青青很是顺利就见到了酒楼管事。管事听明白了顾青青的来意之后，对他还算客气：徐娘子，不好意思，这怕是要让你白跑一趟了。醉香楼的野蘑菇每天都有专人运送，并不收旁人的货。不仅如此，醉香楼的野蘑菇也很是充裕，并不缺货。管事的，既如此，那就打扰了。从醉香楼出来，顾青青决定去别的地方再试试。除了醉香楼，这还有什么别的酒楼吗？有啊，前面不远处就有一家酒楼，叫鸿运楼。鸿运楼，这倒是个好名字。那行，我们就去鸿运楼试试。顾青青和徐行2个人去了鸿运楼，结果后厨管事刚听见顾青青的来意，就开始撵人：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这年头骗钱的还真是越来越多了，这都骗上门来了。哎，管事的，你先别急着撵人，我这野蘑菇保证无毒，你要是不信，可否借我厨房一用？哼，不必了，来人送客。管事的，我不过是想借用一下厨房，向你证明我送来的野蘑菇无毒而已，你又何必急着撵人呢？要是这野蘑菇有毒，不用你们鸿运楼赶人，我自己走。要是这野蘑菇无毒，听闻这镇上就醉香楼一家有野蘑菇卖，要是我这野蘑菇没有毒，你们答应同我合作，那这镇上能卖野蘑菇的可就不止醉香楼一家了。风管事若有所思，难道你们鸿运楼就不想去和醉香楼分上一杯羹吗？管事的没有说话。这会儿再看顾青青，她身上的从容淡定沉稳大气，
竟是这镇上的小姐身上都不一定有的。说完了吗？要是说完了就走吧。这位小娘子虽然好口才，只是我们鸿运楼是不会收下你送来的野蘑菇的，你也别再白费口舌了。冯管事，你可要想清楚了，我这可是给你们鸿运楼送赚钱的机会来了。你们不收我的野蘑菇，对我而言，我可以换一家酒楼继续去卖；而对你们而言，那可就错过了一次去和醉香楼分一杯羹的机会。这次要是那个管事再不听，顾青青也只有打算想别的法子了。没想到就在这时，突然从身后传来了一个中年男人的笑声。这位小娘子，只要你能证明你送来的野蘑菇无毒，不管你有多少野蘑菇，鸿运楼都可收下。顾青青下意识地回头，见跟前的男人衣料华贵，穿着打扮也很富态。哎呀，见过掌柜的。你就是鸿运楼的掌柜的？鸿运楼的掌柜的让顾青青证明他的野蘑菇没有毒。顾青青借了鸿运楼的厨房来用，简单炒了一盘蘑菇。刘掌柜，这野蘑菇要是有毒，我吃下去肯定会中毒。要是我吃下去人还没事儿，那就证明这个野蘑菇是无毒的。刘掌柜看着顾青青当着他的面吃完了一盘野蘑菇，冯管事一开始觉得顾青青那就是来浑水摸鱼骗钱的，可当看着顾青青将一盘野蘑菇都吃了下去之后，难道他真的会辨认那有毒的野蘑菇？刘掌柜，你看我刚刚吃完了那盘野蘑菇，并没有事，说明我摘的野蘑菇是没有毒的。小娘子，你现在是没事，谁知道你明天会不会有事？冯管事，要是我不能确定这野蘑菇无毒，那我也不敢随便吃它。总不能我为了来你们鸿运楼来卖几个野蘑菇，就连命都不要了，你说是吧？刘掌柜，要是你还有顾虑，我可以了，我信你了。顾青青和刘掌柜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刘掌柜答应1斤野蘑菇给顾青青30个铜板，同时还提出来要求，那就是顾青青的野蘑菇只能送到鸿运楼来卖。顾青青答应了，并且借此又向掌柜的1斤多要了10个铜板。今天顾青青带来的野蘑菇是9斤多，大概10斤的样子，一共卖了386个铜板。拿了银子，顾青青步伐轻快地同徐行一起离开了鸿运楼。掌柜的，你就这么相信那位小娘子？万一那位小娘子拿来的野蘑菇是有毒的，那可是会砸了鸿运楼的招牌呀。刘掌柜的脑中不由得出现了几年前的陆夫人。当时陆夫人来鸿运楼卖野蘑菇，也是浑身从容淡定。那个时候还是一位普通的农妇的陆夫人，见到她这个酒楼的掌柜却是不卑不亢，冷静沉稳。这么多年了，刘掌柜就只看见过陆夫人一位女子有如此的胆识气度，而刚刚那位小妇人莫名让刘掌柜想到了当年的陆夫人，也是因此他才会大胆的信她。卖完了野蘑菇，顾青青现在打算去一趟药铺。你可知道这附近有没有药铺？这附近没有药铺，不过我知道最近的药铺在哪儿。你要去药铺吗？你带我过去吧。虽然顾青青在山上帮徐行采了那些草药，但还是有一部分药材山上并没有。顾青青决定去药铺帮徐行买。徐行跟着小媳妇儿一起走进药铺，顾青青将徐行需要的药材一个一个说出来。徐行需要的药，这个药铺都有，也不费事儿。今天顾青青也要给梁氏他们做饭，今天卖野蘑菇赚了不少钱，顾青青打算也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嘛，一会儿就去买点肉，中午给大家炖大肉吃。突然前面走过来一个小贩儿，顾青青眼前一亮，糖葫芦，你想吃？这次顾青青还没有回答，徐行就走过去，掏出几个铜板给小媳妇儿买了2串冰糖葫芦回来。2串糖葫芦，他一只手拿1串。你要吃吗？徐行是从来不吃这些酸酸甜甜的小玩意儿的。吃着糖葫芦，顾青青见徐行进了一家铺子，于是也跟着走了进去。进去后，顾青青才发现这铺子是卖蜜饯果脯的。徐行买了一包蜜饯，又回头看着正在啃着冰糖葫芦的小媳妇问：可还有想吃的？顾青青也没有别的想买的，还要忙着回去给大家做饭。
所以顾青青和徐行两个人一起去肉铺买了些肉之后，就一起回村子了。顾青青今天在镇上买了肉，还花铜板买了点猪大肠和猪肝。今天的猪大肠，顾青青已经想好了，就用它红烧。在镇上，她还顺便买了点佐料回来。家里有顾青青挖回来的山笋，用它来炖肉刚好。中午梁氏他们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一桌子的菜都惊呆了。老三媳妇儿，你今天咋做了这么多菜啊？嘿嘿，这么多菜，今天是有口福了。今天的野蘑菇卖了一个好价钱，最近爹娘你们下地干活都很辛苦，所以今天就给大家买了点肉回来，给大家都好好补补。什么？老三媳妇儿，你说掌柜的给了你40个铜板一斤？三嫂，村里人去镇上卖野菜，好几斤才能卖个2-3个铜板，你这就1斤就给你这么多钱啊？鸿运楼的掌柜还说，以后我要卖野蘑菇，就只需要采了，直接送去鸿运楼就行了。这野蘑菇酒楼卖的贵，给弟妹的价钱比一般的高也是正常的，毕竟寻常野菜都便宜，那卖的自然也就不贵。徐家人纷纷点头，觉得有道理。中午桌上满满的一桌子菜，菜多肉足，敞开了肚皮吃啊，每个人都吃的是满嘴流油的。今天顾青青帮徐行抓了药，给徐行熬药的时候，顾青青也把在镇上抓回来的药一起放了进去。黑漆漆的一大碗药，顾青青给徐行端过去。徐行还是同往常一样，眉头都不眨一下的就仰头一口喝了个干净。这几天顾青青每天早上都在徐行怀里醒过来，顾青青怕自己再醒过来又在徐行怀里。今天晚上顾青青睡觉的时候一直警惕着，也不敢乱动，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安稳。终于这天早上醒过来，顾青青总算是没有睡在徐行怀里。再看对面徐行，好像他的脸色似乎也不太好。怎么这徐行也是一夜没睡的样子？徐行脸色不好，早上吃饭的时候徐明轩一眼就发现了。三哥，你眼睛怎么了？脸色也这么差？昨晚上你是没睡好吗？三嫂，你的眼睛怎么比三哥还黑呢？顾青青被大家的眼神看得有点懵了。三嫂，该不会你昨晚上也……这时徐明轩口中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被旁边的徐安用力踩了一脚。哎呦，二哥，你才……哎！却见徐安给他一个闭嘴的眼神。大家的表情古怪，这下顾青青反应过来了，该不会大家是以为他们昨天晚上……明白大家是误会了。顾青青瞬间就闹了个大红脸，下意识地看着徐行，他站在那儿倒是面色如常。那个五弟，你刚刚不是说你饿了吗？他什么时候说过他饿了？行了，娘已经把饭菜做好了，快都坐过来吃饭。老三媳妇儿啊，看你这瘦巴巴的，可得要多吃点，好好补补身子才行。老三，青青是你媳妇儿，你可得好好照顾她。娘，我会照顾好她的。二哥这次回来已经有些天了，听说他今天就要回宋府。娘，可不可以让二哥不要走？我不想二哥走。大家见徐小山这样，不由得都没有话说了，特别是梁氏。小山，听话啊，你二哥回去有差事要忙，等你二哥得了空，他会回来看你的。小山，你听我说，你不是就要上学堂了？等你学会认字，二哥就会回来看你。二哥，真的吗？真的我学会了认字，你就会回来？徐安今天回去，张氏他们也听说了。张氏这几天见徐安回来，就去帮顾青青他们2个人种地，心里本来就有点不舒服，故意走过去。哟，二弟呀，你这是要走了呀？大嫂。二弟呀，要我说呢，那宋府对府上的下人也太不厚道了吧。虽说你是在宋府做下人吧，可那个宋府也真是的，每年也就只许你回来这么一次，也不说让你回来多住几天。我看别的府上下人有些一年也能回来个3-5次的。
也就二弟你1年就只能回来这么一次了。下人，老大媳妇儿，你说谁是下人？娘，二弟可都卖身去宋府了，那不是下人是什么？我又没有说错，本来就是下人，还不许人说我。老大，当初要不是你二弟，你怕早在10几年前就饿死了吧？当年你被饿得晕过去，是你二弟的卖身钱才让你活下来。现在你媳妇儿一口一句下人，要不是为了你，为了徐家，你二弟能成为下人？嘿，娘，我又没说二弟别的，他现在本来就是下人嘛。那我说他是个下人，有什么不对的吗？行了，别说了。张氏再要说，见他公爹徐忠诚的脸都冷了下来，这才闭了嘴。这个家里，伯母就偏心老三和老二，可有啥用啊？老三是个病鬼，指不定哪天腿一蹬就没了。至于这老二，他可是宋府签了死契的下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回来。老二啊，你大嫂的话别往心里去啊。对，二哥，你可别听大嫂胡说八道，她嘴巴里面从来就说不出一句好话。老二，是爹对不住你。爹，当年我要是不去宋府，不仅大哥他们，就连我也会被饿死。虽然我是去宋府当了下人，但是至少我们都活了下来，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二哥，我……徐明轩想说话，开了口又不知道说什么。行了，二哥在宋府过的一切都挺好的，你们也别担心。送走二哥，顾青青发现徐行手里拿着一个东西。这是什么？刚刚二哥离开前塞给我的。原来那天晚上徐安过来给徐行送钱，徐行并没有收下。今天离开的时候，徐安又把那串铜钱硬塞给了徐行。回屋之后，顾青青看着桌子上的这串铜钱，要不我们想个法子把二哥赎回来，怎么样？虽然二哥签的是死契，但是你不是说只要主家同意放人，二哥也就有可能赎回来？徐行嗯了一声。顾青青觉得凡事不过一个利字，只要有利可图，宋府肯定会答应放人的。目前他还是想法子先多赚些银子吧，等手头上的银子多了，他再好好想想怎么去帮徐行把他二哥给赎回来。野蘑菇能卖钱，掌柜的给的价钱也不错。顾青青决定今天再去山上采野蘑菇去。徐行不放心顾青青自己去山上，嘱咐他只能在山脚下挖野蘑菇。顾青青背着背篓，拿着锄头，一路往山上走。往山上走，顾青青发现这边可有不少的草药。最近他摘野蘑菇的时候都在摘草药。今天顾青青挖的野蘑菇不算多，却挖了不少的草药回来晾晒。晚上梁氏下完地回来就病了，顾青青去看了下，梁氏这只是一般的小病。顾青青把煎好的药端给梁氏。娘怎么样了？放心吧，吃了药，明天早上应该就没事了。昨晚上梁氏吃了顾青青的药，早上一早醒来就眉开眼笑地说身上的病好了。老三媳妇儿，昨天可真是多亏你了，娘吃了你的药啊，睡到半夜那捂了一身汗，身上就舒坦了。娘，你没事了就好。徐家的地昨天就种完了，今天也不需要再下地了。吃完早饭之后，顾青青就没有看见过徐行，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梁氏现在也准备忙徐小山上学读书的事儿了。村里的学堂再过2天开学了，是要提前去报名的。梁氏去夫子那儿给徐小山报了名，又说要去给徐小山买笔和纸。顾青青见徐小山拿着树枝七倒八歪地写着画着。娘，小山会写字啊？他呀倒是会写几个字，都是他三哥教的。这么说徐行也认识字？对了，顾青青想起来徐行曾经在醉香楼做过账房，那他肯定是识字的呀。三嫂，三哥写的字可好看了。是吗？三哥不仅字写得好，他还考中了秀才呢。娘说三哥考秀才的那年，他还是当年的按手。秀才的第1名才叫按手，莫非徐行参加乡试还考中了第1名？唉，
当年要不是老三身上的病突然重了，说不定老三已经会试及第，考中个一官半职回来了。原来徐行考中秀才之后，本来第2年的2月份也要进京参加会试的，结果他身上的病却突然加重，躺了半个月的他下床都难，更不要说赶路去京城参加会试了。于是徐行就那样的错过了会试。梁氏去了镇上，徐小山说家里就徐行一个人会识字，其他的人都没读过书。不由得顾青青想到了徐行的二哥，当年徐家穷的那是饭都吃不起，卖了徐行二哥才让徐家人活下来。虽然后来徐家日子好过了些，那也是徐行长大之后的这几年。看来徐行他娘梁氏对徐行确实好，在徐家当年那么穷的情况下，居然还送了徐行去学堂读书。徐家的地种完了，顾青青也就不用再帮大家煮饭了，现在他只需要煮他和徐行的饭就行。只是说起徐行，顾青青才发现徐行自从早上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徐行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天黑了，手上竟然还拿了2串冰糖葫芦。糖葫芦甜吗？顾青青点点头。对了，你今天一天去哪儿了？青青，我今天去镇上找了一个差事。差事？什么差事啊？所以徐行今天去镇上是去找差事去了，难怪今天一天没见到人影。是鸿运楼的账房，我已经同掌柜的说好了，明天开始就会去酒楼做事。鸿运楼？那不是去卖野蘑菇的酒楼吗？我白天去酒楼做事，晚上会回来。那你中午怎么吃呀？隔天早上听说徐行要去酒楼做事儿，要不是老三身上的病，他现在还在醉香楼做事呢。醉香楼是镇上最大的酒楼，月钱给的也多。三哥当时在醉香楼做账房，1个月能拿7、8两银子回来呢。虽说在鸿运楼做账房，1个月的月钱没有之前醉香楼的多，但鸿运楼也是镇上的大酒楼啊，给的月钱也不算低。徐行要去鸿运楼做事儿，他的病可不能断了药。一早一晚徐行可以在家里喝药，中午徐行在酒楼不会回来，顾青青就想了个法子，把熬好的药给徐行放在一个小罐子里，让他带着去酒楼吃。刘氏躲在树后边，听见徐行要去镇上的酒楼做事儿，没想到徐行那个病秧子最近不仅气色好了起来，竟然又回镇上的酒楼做事儿去了。那大酒楼的账房啊，1个月少说也有好几两银子的进项。再看他男人，1个月能拿回来半吊钱，那就算不错了。本来心里就不舒服的刘氏，这下心里更不是滋味了。梁氏昨天去镇上给徐小山买了上学堂需要用的东西，毛笔、砚台，还有他写字要用的纸。现在梁氏在给徐小山缝制上学堂需要背的布包。现在有了纸和笔，徐小山也可以端端正正地坐在小桌子前写起来。刘氏的2个儿子跑过来看徐小山写字。虎子，明儿个你们小叔叔就要去学堂读书了，等你们再大点也都去学堂上学去，好不好？娘，咱们庄稼人读那么多书做甚？我带虎子他们回娘家一趟。你难得回娘家一趟，带上虎子他们回去住2天也好。刘氏走了，顾青青在院里晾晒草药，把她之前挖的草药都拿出来再晒晒。远远的听见张氏在门口不知道和谁在说话。门口张氏上下打量着来的人。走，这儿没你们要找的人，赶紧走，赶紧走。这位嫂子，我这儿可是徐家。嘿，不是叫你们走了吗？怎么还赖着不走？我和姐姐过来是来找人的，我们找到了人就会走。哎呦喂，不是给你们说了吗？这儿没你们要找的人，你们要找人去别处找去啊！快走，走，赶紧走。哎，老大媳妇儿，门口是谁啊？没谁，就2个不认识的，说是来找人的，都给他们说了，这儿没有他们要找的人，还赖着不走。梁氏放下手中的针线往门口走，徐小山也跟过去。怎么回事啊？大娘，这儿可是徐家。梁氏刚要点头，
那位年纪小的小姑娘突然眼睛一亮，就往徐家院里跑过去。大姐！小姑娘大叫着，顾青青刚走过来，还没看清楚门口的人是谁。大姐，姐姐好想你。大姐，太好了，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这些天我们和娘都很担心你，特别是娘都好多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根据头中的记忆，顾青青知道来的这2个人都是这个身子原身的妹妹，一个是她的亲妹妹顾宁秀，还有一个是她同母异父的妹妹楚七七。梁氏知道来的人是顾青青的妹妹，忙招呼着2个人去屋里头坐。顾青青带着2个妹妹回了她和徐行的屋里说话。梁氏知道她们小姐妹见面肯定有不少的话要说，也就没有打扰她们。楚七七眼眶红红的，顾宁秀从袖子中拿出一把铜钱出来，给了顾青青。大姐，这些钱是娘和我们做绣活偷偷攒下的，奶他们都不知道，娘让我带过来交给你。顾青青看着顾宁秀小心翼翼地递给她的铜板，听顾宁秀说是给她请大夫看病的钱。三妹，这个钱你们还是自己收着，我身上的病已经好了，不用再看大夫吃药了。大姐，你的病真的好了吗？大姐，娘说让你先用这些钱请大夫抓点药，我们还会再想法子攒钱给你请大夫看病的。三妹，你听我说，我的病真的好了，要是你们不信，你们看我现在的样子像是生病的样子吗？这时顾宁秀和楚七七姐妹2个人才上下打量着顾青青，她这样确实不像还有病的样子。三妹，我刚到徐家的时候确实还病着，后来徐家人给我请了大夫抓药，我吃了药，身上的病慢慢也就养好了。大姐，娘要是知道你的病好了，肯定会很高兴的。大姐，徐家人对你好吗？他们对我都挺好的。大姐，可是他们都说徐家那个病秧子得了痨病，活不了多久了。三妹，放心，那个病秧子他死不了，他的病能治好。大姐，那个病秧子他的病真能治好吗？他的病真的能治。大姐，我们都很担心你，本来想早点来看你的，可那个楚家人把我们关了好几天，后来把我们放出来后又看得严，一直让我们下地干活，还不许我们出门。这次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溜出来的，出来了这么久，大姐，我们也该赶回去了，要不然被楚家人发现，我们又要挨打受罚了。还有，娘很担心你，我们现在回去把你没事的消息告诉娘，也好让娘可以早点放心。送了她的2个妹妹离开，梁氏走出来，听说顾宁秀他们已经回去了。老三媳妇儿啊，你怎么不留你妹妹他们吃了晌午再走啊？娘，他们还有事就先回去了。嗨，你这孩子，你2个妹妹第一次来，怎么也不留人把饭吃了呢？娘还说家里有些豆子，正巧你妹妹们也来了，给你们磨豆花吃呢。顾青青根据原主的记忆，知道她2个妹妹要是回去吃了，肯定会被楚家人打骂，这才没有留他们吃饭，送了他们回去。早上顾青青蒸了菜馍，还剩下几个没有吃。送顾宁秀他们回去的时候，顾青青把那几个剩下的菜馍都给了他们，让他们带回去吃。还有顾宁秀送来的铜板，顾青青也没有收下。她的病已经好了，她娘和2个妹妹在楚家过得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说起来，她这个身子的原身除了这2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叫顾燕。顾青青搜寻了一下原主记忆，才知道3年前村里抓壮丁，楚家人不愿意让他们自己的人被抓走，就把顾青青的弟弟顾燕给送了出去。顾青青回忆了一下，记得他的那个弟弟顾燕刚被抓壮丁抓走的时候，头2年还叫人传过几句话给他们。自从去年开始，他的弟弟顾燕就没有消息传回来了。不过顾青青觉得，虽然没有他弟弟的消息，但是也没有他弟弟死了的消息传回来呀。说不定他的弟弟还活着呢。明天徐小山去学堂上课，本来应该是梁氏送徐小山去学堂的，由于那张氏跑去找梁氏闹腾，
原来徐家人的地都种完了，就张氏夫妻2人的地还没种好。张氏跑去找梁氏，说梁氏呢只帮顾青青他们夫妻2个人种地，这太不公平。他说顾青青和徐行2个人身子是不好，但他如今那可是大着肚皮的，身子不方便。徐长福自己一个人种地，做了几天也累得慌。徐长福也跑到梁氏跟前诉苦水去。梁氏被那夫妻2人闹腾了一番，最后还是松口答应了去帮那夫妻2人种地的事儿。梁氏明天要叫上徐明轩一道，去帮徐长福夫妻2个人种地。那送徐小山去学堂的事儿，就只能劳烦顾青青了。听明白了梁氏的意思，顾青青当即点头。娘，你放心吧，明天我会把小山送去学堂读书的。顾青青醒过来的时候，徐行都已经穿戴整齐了。徐行早上去镇上做事儿，顾青青今天也有事儿要忙，那就是送徐小山去学堂。早上一早吃过早饭之后，徐小山就跑到顾青青他们这边。昨天梁氏给徐小山做了布包，今天已经被徐小山背到身上了。顾青青没有去过村里的学堂，不过徐小山倒是跟梁氏去过一次。一路上顾青青就跟着徐小山说的方向走，将徐小山送到学堂。到了学堂之后，村里有些别的小孩已经坐到了学堂的茅屋里头。顾青青看着徐小山去了茅屋里面坐好，这下准备回去了。只是顾青青刚转身，就差点撞到一个人身上。那个人手上的东西掉到地上，是一卷竹简。顾青青将竹简捡起来，还给对面的人。有劳姑娘了。举手之劳而已。姑娘，你来这学堂可是有事？我是来送我弟弟来学堂上课的。我姓孟，是这个学堂的夫子，大家都叫我孟夫子。这么年轻，居然是夫子，他不去考科举吗？怎么，姑娘是见我觉得我不像是这个学堂的夫子吗？不，没有。不过这下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穿着打扮，确实倒像是一个夫子的样子。顾青青没有打算再跟眼前的男子多说什么。告辞之后，顾青青转身离开，孟夫子却是站在原地看着顾青青走远，这才回头。快到徐家的时候，顾青青发现一位小妇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跑得很急，脚下一个踉跄，妇人和孩子一同摔倒在地上。大壮，你没事吧？顾青青见那个孩子好像不舒服，连忙上去给那个孩子把脉检查伤势。那个孩子的病不严重，别担心，我屋里有药，他吃了就能好。夫人一脸怀疑看着顾青青，不相信顾青青能给他儿子治病。那个孩子一直在喊肚子疼，要是你不想你儿子再这么疼下去，和我一起进屋。妇人见儿子哭得可怜，跟着顾青青一起进了徐家。这个药膏是涂抹伤口的，刚刚你应该把膝盖和手臂都摔破皮了，你拿去抹一下，伤口恢复得会快一些。多谢。你把这药抹上，回去给你儿子熬药。顾青青很快把药煮好，给那个小孩送了过来。那小孩浑身都难受，听顾青青说他喝了这个药就不会疼了，这下也不管那么多了，小家伙抱着药碗就开始喝药。慢点儿，别呛着。放心吧，这个药吃了最多半个时辰他就不疼了。除此之外，顾青青还把院子里晾晒的草药抓了一包给那个妇人。这个药你拿回去，煎3次给他吃，他的病也就没事了。妇人接过顾青青给他的药，连连感谢。见孩子没有哭得那么厉害了，这才拿着药带着他的儿子从徐家离开。顾青青送走了母子2人，发现张氏从外面进来，而张氏回来的时候也看见了从徐家离开的2母子。那不是村里朱屠户家的儿媳妇罗娘子吗？她怎么和那个顾青青扯上关系了？顾青青也看见了张氏，不过顾青青也没有管她。在徐家这些天，顾青青身上的肉养了一点回来，看了下，她身上那些被楚家人打的淤青和旧伤，大部分都已经好了，只是有几处留了伤疤，决定将自己的皮肤养好。顾青青打算自己调配一些药膏来敷脸，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脸变白变嫩。徐小山今天去上了1天的学，晚上回来还把他写的字儿拿给顾青青看。虽然字嘛写得歪歪扭扭，但顾青青还是夸了小家伙几句。晚上徐行从镇上回来，徐小山又把他写的字儿拿去给徐行看。
徐行让徐小山把今天在学校写的字再写一遍给他看。徐小山握住毛笔就开始低下头写字。顾青青站在旁边，发现徐小山握笔的姿势没对，下意识的就帮他纠正了一下。你会写字？在现代，顾青青不仅读过书，还是医学高材生，她当然会写字了。不过在记忆中，顾青青发现她这个身子的原身好像还真会写字儿。啊，我是会写字。三嫂，你也会写字吗？梁氏也在这个时候走了过来。老三媳妇儿，你居然会写字？娘，以前我爹是村里的教书夫子，他在学堂教人读书。我生下来之后，我爹闲来无事也会教我读书认字。听了顾青青的解释，徐行和梁氏顿时明白了原因，知道顾青青的爹以前是教书夫子，也难怪顾青青会识字了。几个人都在旁边看着徐小山写字。徐明轩突然跑过来：三嫂，外面有人找你。奇怪，这么晚了，谁会来找我？徐行看着小媳妇儿也觉得疑惑：老五啊，谁找你三嫂啊？梁婶儿，是我。是你。妇人看着顾青青笑了笑，手上还提着一块肉，2包东西。朱家媳妇儿，你这是做什么呢？婶子，今天可是多亏了你媳妇儿，我家大壮的病才好了。这点东西也不值什么钱，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还望你们能收下。这……顾青青看着手上多出来的肉和2包沉甸甸的东西，罗氏送了东西还要忙着回去。妹子，我家是杀猪的，也没别的，就只有这些猪肉。要是你不收，那就是嫌弃我拿来这些东西了。罗氏都这样说了，顾青青也没有再推辞，笑着就收下了这些东西。另一边，张氏远远的就看见了罗氏拿了这么多东西来，特别是那么多肉啊，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张氏才不信顾青青能给人看病，她一个小农女，又不是大夫，怎么可能会帮人治病？在之前，顾青青自己都快病死了，她要是有那个本事，也不会自己差点病死了吧？也不知道那个顾青青是用什么手段把那个罗氏都给哄住了，还给她送来这么些好东西。顾青青回到屋子后，见梁氏给他们拿来这么多的肉，于是就跟徐行商量，决定把罗氏给他送来的肉分一半去给梁氏他们吃。顾青青除了把肉分给梁氏他们一半之外，罗氏拿来的点心茶叶，顾青青也一样分给了梁氏他们一半。将东西都分好后，顾青青就和徐行一道把东西给梁氏他们送过去。老三媳妇儿，你们怎么把东西都给娘送过来了？娘，罗嫂子给我们送来的肉和点心都多，给你和爹也拿上一点来尝尝。你这孩子可真是的，那朱家媳妇儿可是给你和老三的呀，你和老三身子都不好，该留着你们自己补补身子才是。这还给娘和你爹送过来这么多。顾青青今天下午就隐隐觉得小腹有些不大舒服，给梁氏他们送了点心之后，更觉得小腹有些疼。青青，你怎么了？徐行的大手落在了小媳妇的额头上。还好，不疼。糟了，要是他猜得不错的话，他应该是月事来了。古代的人来月事的话，都是用的月事带，他屋里也没有这个东西啊。现在没办法了，想了想，顾青青决定去问问梁氏。徐行不知道小媳妇怎么了，见小媳妇不说话就走了出去，徐行也连忙跟上去。顾青青是来月事，发现徐行也跟上来，他怎么好当着徐行的面问梁氏要月事带呢？我去找娘有点事，炉子上的药可能已经煮好了，你去看看。梁氏刚从徐小山屋里出来，看见走过来的顾青青，老三媳妇儿，你有事吗？顾青青上前把嘴凑到了梁氏的耳边，小声说了一句：有的，老三媳妇儿，你随娘来。这会儿徐行他爹不在，顾青青也就一路跟着梁氏走了进去。梁氏拿给他，顾青青也没有细看，赶紧拿了就回屋了。换好了后，果然这个古代的月事带确实是不大好用，用着不大舒服啊。不行，顾青青觉得她必须想个法子，另外做个月事带才行。想来也要不了多少银子用，顾青青决定明天就去镇上买一点棉布和棉花回来。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
进来吧。徐行进来，手上端着一个碗。这是？娘说了，你现在喝点姜糖水好，这个是刚煮好的姜糖水，来，把它趁热喝了吧。徐行把姜糖水给他，顾青青也就接过来直接喝了。我去问过娘了，她说这几天你可能会小腹痛，要是不舒服的话，就喝点热的，暖暖肚子。这种事，他居然还跑去问梁氏了。晚上睡觉，顾青青躺下之后，由于小腹疼痛，一直睡不大安稳。黑暗中，徐行的大手突然伸了过来。他要干嘛？你别动。徐行的大手很暖，附在他小腹上，逐渐的，顾青青的肚子也热了起来。只是徐行的大手就这样放在他肚子上，还是贴着他的肚子。他要怎么睡？迷迷糊糊的睡着。早上醒过来的时候，顾青青居然再次发现自己整个人又睡在了徐行怀里。顾青青也有点尴尬，只是他一动，徐行也醒了。青青，肚子可还疼吗？徐行低着头看着怀里的小媳妇儿，顾青青小脸有些红，总不好告诉徐行，他这个月要月事完了后才不会疼吧。于是只好对徐行说不疼了。顾青青今天要去镇上买做月事带用的东西。早上徐行出门之后，顾青青也跟着徐行一起出门。顾青青说她要去布庄，徐行以为顾青青是要去做衣服呢，也没有多问别的。到了镇上之后，徐行去鸿运楼做事儿，顾青青则是去了布庄，问伙计要了棉花、棉布，就只一样买了一点儿。买好了需要用的东西，顾青青这才从镇上回去。昨天罗氏给顾青青拿来的肉，顾青青把它冰在了水缸里。本来就是秋凉的天气，徐家又住在山脚下，比别的地方更冷一些。这个肉，顾青青打算做点蘑菇酱。2斤多肉，顾青青做了1小罐蘑菇酱出来，将做好的蘑菇酱封存好。顾青青也没耽搁，而是准备缝制月事带。在现代，顾青青的手那可是拿过手术刀的，缝制的功夫并不差。忙活了半天下来，顾青青终于缝制好了一些月事带。看了看，这些月事带够他这次用的了。梁氏他们这几天在帮张氏他们下地干活，顾青青以为五弟徐明轩也一直在帮梁氏他们，没想到五弟徐明轩今天居然一早就出门了。还听梁氏说，五弟也在镇上找了差事做。娘，五弟在镇上找了什么差事呀？啊，你五弟呀，在镇上的长风镖局找了个事情做，是长风镖局的镖师。镖师？你五弟呀，娘瞧着他在镖局做事也好，好歹是个正经营生嘛。老五在镖局做事虽好，到底这份差事不安稳。徐忠诚说的也正是梁氏顾虑的地方。不过现在徐明轩也没找到别的差事，就让他在镖局先坐着吧。晚上徐明轩回来，他一回来就说要收拾包袱。哎，老五啊，你好端端的收拾包袱做什么？娘，镖局来了一个活，镖头说大概要去个3-5天。听徐明轩说要去押镖，梁氏点了点头，又嘱咐他路上要小心点。张氏不满徐明轩就只帮他们种地种了2天就跑了。听说徐明轩这次要出去押镖，张氏走来。哟，五弟，你这是要准备去押镖了啊？那你在路上可得小心点，嫂子可是听说了，那些押镖送货的路上要是遇见山匪强盗，那两边要是打起来，说不定就缺胳膊断腿，命都没了的。大嫂，我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五弟，大嫂这不也是关心你吗？徐明轩这次也笑了，不过徐明轩这次却是盯着张氏的肚子笑。大嫂，你现在只要照顾好你肚子里我的小侄女儿就好了，别的就不劳大嫂你挂心了。五弟，你说什么呢？我这肚子里的可是儿子呢，什么侄女？呸呸呸，晦气！大嫂，我昨儿个还做梦呢，梦见你给小二姐妹又添了一个小妹妹呢。这下张氏直接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狠狠地瞪了徐明轩一眼。张氏气得转身就走，顾青青站在旁边也忍不住笑了笑，能把张氏气成这样，也算他这个五弟有本事。晚上徐行回来，还给他买了红糖，又给小媳妇儿煮了姜糖水。
你今天去布庄做了衣服了吗？没有啊，我没做衣服。那你去布庄是？我就买了一点线头和碎布。好在徐行也没有继续问。后来徐明轩找徐行，两个人站在门口说话。顾青青在屋里好像听见徐明轩在说二哥徐安。徐行很快就回屋了。刚才五弟找你什么事？五弟这次去押送货物，会路过二哥做事的宋府。刚刚五弟过来问我有没有东西要带给二哥的。原来是这个，难怪他刚刚在屋里好像听见徐明轩在说二哥的事儿。睡觉的时候，顾青青刚躺到被子里，徐行就塞了一个汤婆子给他。顾青青抱着汤婆子，别说还挺暖和的。只是第二天早上醒过来，顾青青又在徐行怀里醒过来的。徐明轩要路过徐安做事的宋府，刚巧梁氏做了一双鞋子，正好让徐明轩给徐安带过去。唉，老二如今的年纪，要是没有被卖去宋府，也该成亲生子了。娘，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二哥赎回来的。梁氏愣了一下，二哥当初是为了我们能活下来，才被卖身去宋府的，我也一定会想法子把二哥给赎回来的。顾青青和徐行之前就商量过，决定想法子把二哥赎回来。顾青青没想到五弟居然也在打算赎回二哥这事儿。梁氏吃惊过后，一脸诧异地看着徐明轩。虽然他也想把自己儿子赎回来，但是徐安签的可是死契，死契是不可能赎回来的。娘，虽然二哥是签了死契，但是我相信只要想法子，我们肯定能把二哥给赎回来的。老五啊，你对你二哥的事儿算是有心了。三哥，我们肯定会赎回二哥的，你说对不对？会的。老三、老五，你们二哥签的可是死契呀。娘，我问过了，只要主家同意，就算是签了死契也可以赎人，只要我们多攒一些银子，等攒足了银子以后，我们再想法子去赎人。顾青青站在旁边，徐明轩想的法子和他一样，现在确实只有多攒钱了，等他们手上的银子足够多了，再去赎人才会有把握。梁氏没有再说话了。娘，五弟说的不错，签了死契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赎人。娘，你看三哥都说有可能赎回二哥。这次梁氏没有再说话，而是看着徐明轩点了点头。送走五弟，顾青青和徐行往回走。屋里的药他已经给徐行准备好了，递给徐行，他也就离开去镇上了。这2天来了月事，身上不方便，顾青青既没有去山上采药，也没有打算去摘野蘑菇。顾青青这2天就决定在家里头好好养着，顺便趁着这几天再调配一种去除伤疤的药膏出来。顾青青在家里忙着调配药膏，突然家里来了一位小妇人，说是来找她的。你是找我的？徐娘子，我听周家嫂子说你医术好，特意过来找你帮我家贵哥也开点药。顾青青看见妇人身后还跟了个小孩，顾青青问那小孩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徐娘子，这孩子一直在咳嗽，药也吃了不少了，可就是不见好。顾青青简单帮那个小孩检查一下，又给他把了把脉，发现那个小孩的咳嗽一直没好，可能是药没用对。这个小孩的咳嗽并不严重，只需要他给这个小孩开一副药，吃个小半个月就可以了。只不过顾青青家里的草药不够了，他只能给这位妇人开个药方，让他去镇上的药铺去抓药。妇人记下了顾青青说的，道了谢之后，这才带着孩子离开。梁氏他们帮着张氏夫妻2个人种了几天地了，终于也在今天帮张氏和徐长福2个人把地给种完了。徐小山回来后就在院里写字，顾青青见徐小山的字虽然是上了几天学，却还是写得歪歪扭扭的。徐小山写了一行，又说要把字给徐行看。顾青青看了看天色，平时这个时候徐行都回来了，今天徐行怎么还没回来？由于地里的活都忙完了，顾青青听梁氏说徐行他爹也要去找差事做了。徐行他爹算是半个木匠，平时都是做些木工活，明天徐行他爹就打算去问问看。相对于徐家其他人，那徐长福忙完地里的活就只想在家歇几天，好好的松快松快。徐行今天回来迟了，
天黑后徐行才回来。顾青青见徐行手上还拿着一摞东西。那是什么？这是鸿运楼的账本，今天是月底最后一天，酒楼这个月的账目也要全部做完才行。这些都要做完吗？别的都做完了，就剩这2个没做好。顾青青又问徐行吃饭了没有，他还给徐行留了饭菜呢，都在锅里温着。徐行告诉顾青青他已经在酒楼吃过了。坐下之后，徐行翻开账本，拿起笔就准备开始做账了。顾青青站在旁边，她还是第一次看见徐行做账。顾青青发现徐行做账不仅快，字也写得干净利落。顾青青坐在对面看徐行做账写字。相公，你要说你前2年还考中了秀才。徐行手上做着账，小媳妇问，徐行也没抬头，只是嗯了一声。徐行虽然做着账，也知道小媳妇在看他。青青，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回去歇着吧。这会儿顾青青发现好像她的小腹也没那么疼了。顾青青也不困，就坐在这儿看徐行做会儿账。徐行翻页很快，做了会儿账之后，好像突然想到什么。哎，对了，青青，这是这个月的月钱，你拿去收着吧。顾青青接过徐行给她的月钱。好了，我还要做账呢，你早点歇着去吧。这会儿顾青青也不困，坐在徐行对面看着他做账。过了一会儿，徐行终于忍不住了，起身走过来，就拦腰把小媳妇抱起来，直接走到床边把她放下。听话，先睡吧。顾青青杏眼圆溜溜地看着徐行，徐行已经又再一次回到桌子旁边坐了下来。顾青青不知道徐行是多久睡的。第二天他醒过来的时候，徐行已经起来了。梁氏说徐行一早就走了。顾青青暗忖，可能徐行是赶着过去送账本的。接下来的几天，顾青青又去采了点野蘑菇去卖。她一边采蘑菇一边挖草药。最近这小半月，顾青青一直在敷脸。她发现这2天脸上的皮肤明显的就好了起来。张氏之前看见顾青青采野蘑菇就觉得要毒死她，结果不仅顾青青没有被毒死，还听说顾青青摘的那野蘑菇居然拿到镇上去卖钱了。为了打探虚实，这天张氏走到了顾青青跟前儿。弟妹啊，听说你摘的那个野蘑菇能卖钱？顾青青懒得搭理张氏。弟妹，你那个野蘑菇要真能卖钱，不如也给嫂子说说呗，让嫂子也跟着你去卖点钱来花花。好歹咱们也是一家人吧，那既然是一家人，也别生分嘛，有了银子也该一起赚，你说是吧？很是难得，张氏第一次和顾青青亲热起来，嘴里还一口一个大家都是一家人。这个张氏的脸皮还真是够厚的，需要用到我的时候就是一家人了，之前怎么不说是一家人啊？弟妹啊，你就把那个卖野蘑菇赚钱的法子告诉大嫂吧。啊，大嫂可是听说了的，你那个野蘑菇卖的可不便宜，你要是告诉我大嫂赚了银子，难道还能少了你的好处？张氏故意和顾青青拉关系，他都好说歹说了嘛，见顾青青还是无动于衷，不由得有点心头火起。只是还没把顾青青赚钱的法子弄到手上，张氏又只得强行的将心头的火气给压了下去。弟妹，大嫂知道你不想理我嘛。你大嫂这个人呢，也是没什么坏心眼的。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你别和大嫂计较啊。俗话说，这肥水不流外人田。那个野蘑菇的法子你不告诉嫂子，难不成还去便宜外人吗？大嫂，谁告诉你我摘的野蘑菇能卖钱了？再说了，我摘的野蘑菇能不能卖钱，和你有关系吗？想卖钱你就自己去摘去啊，找我做什么？难道那野外的野蘑菇都长在我头上，需要你来找我才能摘？张氏被噎了一句，气得脸都黑透了。顾青青转身就走，留下在原地气得不行的张氏。呸！有什么了不起的？谁稀罕？不就是那个有毒的破蘑菇吗？毒不死他！顾青青最近去山上采野蘑菇，发现这段时间被他采过之后，山上的野蘑菇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最近2次他去山上采的草药都比蘑菇多。虽然鸿运楼买他的野蘑菇价钱给的还不错，但是顾青青想过了，
去红玉楼卖野蘑菇，始终只能赚点小钱，想要多赚银子，还得另外想法子才行。这几天，顾青青调配出了一种去除疤痕的药膏，手上捏着她配制的药膏。顾青青决定，等她身上的疤痕看不见之后，她就试试看，把这个药膏拿去镇上药铺去卖。她会医术啊，卖野蘑菇赚钱，那可不是长久之计，而她却可以用她的医术赚钱。不久前，顾青青曾经给一个小孩治过咳嗽，这件事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顾青青都给忘了。结果今天顾青青却突然收到一个妇人送过来的一条鱼和几块豆腐。徐娘子，你可真是医术高明，我家贵根吃了你说的药方，这几天果然咳嗽已经好多了。自己儿子病好了，妇人心里也欢喜，为了感谢顾青青，特意给她拿了鱼和豆腐来。顾青青推辞不过，于是收下。刚巧出去押镖送货的五弟徐明轩也在今天回来，这么大的鱼，顾青青和徐行两个人也吃不完，于是顾青青提前给梁氏他们说好了，叫大家都来他和徐行这边吃饭。梁氏听说有鱼，也满面欢喜的来帮忙。顾青青他们这边大家一起忙着做饭，顾青青洗锅淘米，梁氏打发了徐明轩去杀鱼，他就坐在灶台下准备生火。2口锅，一口锅里蒸着饭，另一口锅里则用来做菜。3个素菜，1盆鱼，饭菜都端上桌子，徐行也回来了。老三啊，你回来的可正好，你媳妇儿刚才才把饭煮好，快过来吃饭吧。徐忠诚说要喝2盅，徐明轩就跑去把酒给他爹拿过来，又找来杯子。哎，老三媳妇儿，这饭菜都上桌了，你要去哪儿啊？娘，你们先吃，我锅里还煮了东西，应该也熟了，我现在就去给你们拿过来。这锅里还有东西啊？三嫂，你锅里还有啥啊？锅里还给大家煮了几个咸鸭蛋。走到灶台旁边，顾青青掀开锅盖，又找了铲子。给我吧。你怎么过来了？有了徐行的帮忙，顾青青这下就只在旁边看着。灶台上有一个大碗，很快徐行就把鸭蛋全部铲到碗里了。顾青青端着碗返回去，刚出锅的鸭蛋还有点烫。以前老三去山上打猎的时候啊，还在山上猎过野鸭子回来，不过倒是没见老三捡过野鸭蛋。有油。三嫂，这咸鸭蛋怎么还出油啊？徐明轩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有油的咸鸭蛋。难道这个地方的人没见过出油的咸鸭蛋？哎呀，老三媳妇儿，娘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可从来没见过这会出油的咸鸭蛋呢。对呀，我也从来没有看过咸鸭蛋还能出油的。娘，五弟，这个出油的咸鸭蛋可比一般的咸鸭蛋好吃，不信你们尝尝看。徐明轩看了看梁氏，又看了看顾青青，这才半信半疑地吃了一口。五弟，怎么样？这咸鸭蛋的味道如何？三嫂，这个出油的咸鸭蛋确实比一般的咸鸭蛋好吃。是不错，娘吃着也觉得好。三嫂，你做的这个咸鸭蛋好吃，要是拿去镇上卖，肯定比那一般的咸鸭蛋好卖。对了呀，这个地方的人都没有见过这种咸鸭蛋，要是他把这个咸鸭蛋拿去镇上卖的话，说不定能赚一笔呢。你们说我把这个咸鸭蛋拿去镇上卖怎么样？好啊，我看行。这个咸鸭蛋三嫂你做的好吃，肯定能卖得出去。相公，你觉得呢？这咸鸭蛋啊，蛋白吃起来比一般的咸鸭蛋口感要好，蛋黄出油，咸淡适中，味道还是可以的。那你说我把这个咸鸭蛋拿去鸿运楼卖怎么样？三嫂，我觉得行。三哥现在也是每天都要去鸿运楼嘛，你这样去鸿运楼卖这咸鸭蛋，那就明天一早和三哥一块去镇上就行了。可是这咸鸭蛋能卖出去吗？能不能卖出去，明天试试看不就知道了。顾青青决定去卖咸鸭蛋，第二天早上就早早的起来，将剩下的咸鸭蛋全部煮熟了之后，就带着这些煮好的咸鸭蛋和徐行一起去了镇上。到了酒楼，顾青青很是顺利的就见到了后厨的冯管事。相对于第一次见到顾青青的态度，这次冯管事对顾青青还算客气，没有像第一次顾青青去卖野蘑菇那样
话还没说完，就想把人赶走。这次冯管事听完了顾青青的话，知道了顾青青是来卖咸鸭蛋的。见顾青青说她卖的咸鸭蛋能出油，哎呀，小娘子，这咸鸭蛋怎么会出油呢？你就别诓老夫了。冯管事，我说的可没有半句假话，你要是不信，我现在就剥给你们看。没想到咸鸭蛋真的能出油。这，管事的，你尝尝看，这鸭蛋的味道如何？冯管事仔细地尝了一口，蛋白细嫩，蛋黄咸香，这冒油的咸鸭蛋吃起来是比一般的咸鸭蛋都好吃。那冯管事是对这咸鸭蛋满意了？这样吧，徐娘子，你可以先送一部分咸鸭蛋来我们鸿运楼，我们酒楼先试着看看卖几天，要是好吃的话，往后再让徐娘子你多送些过来。冯管事，要是你们鸿运楼满意的话，那我可以把制作这个咸鸭蛋的法子告诉你们，知道了法子，你们鸿运楼需要多少都可以安排人自己做。既然小娘子你打算卖秘方给鸿运楼，不如这样吧，你把秘方告诉老夫，我现在就给你10两银子。顾青青不过就是一个乡下农妇，冯管事以为10两银子对于顾青青来说已经很多了呀，他会答应把秘方卖给鸿运楼的。冯管事，你说笑了，我这个秘方你10两银子怕是买不了。他这个秘方，那个老狐狸居然10两银子就想给他买下来，还真当他是个乡下傻妞，好糊弄呢。20两银子，要是小娘子你同意的话，那就卖给鸿运楼。冯管事，这个出油的咸鸭蛋味道不错，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种出油的咸鸭蛋是怎么做的。你们鸿运楼要是知道了这个咸鸭蛋的制作秘方，那这镇上就只有你们酒楼一家卖，物以稀为贵，到时候想吃这个咸鸭蛋的人就只能来你们酒楼。不知道小娘子你打算多少银子才会把这个咸鸭蛋的秘方告诉鸿运楼？顾青青伸出手指，30两，3成，我要这咸鸭蛋3成的利润。只要你们鸿运楼同意把咸鸭蛋3成的利润给我，那我就可以把咸鸭蛋的制作秘方告诉你。这，冯管事一脸吃惊，想不到顾青青居然会要分成。给我3成的利润，你们也不亏，毕竟这可是一家独大的生意。这咸鸭蛋要是卖得好，你们赚的也多；只要是卖得不好，那我拿到的红利也不多。可是对你我2人都划算的事，你说对吧？冯管事觉得自己就是老狐狸了，没想到跟前的这个女子比他这个几10年的老狐狸都还要狡猾上3分。徐娘子，我可以多给你一点银子，不如你说个数，要是合适的话，我就买了你的秘方。这么说来，这位冯管事是铁了心不想给他分成了。冯管事，要是鸿运楼真想买下我的秘方，那就得按照我说的，给我3成利润。徐娘子，你未免也太高看你这个咸鸭蛋了，不过是个咸鸭蛋而已，并非什么稀罕之物。我鸿运楼也不是非要买下你的秘方，要是你一定不卖，那老夫就送客了。冯管事，鸿运楼是可以不买我的秘方，但是要是万一我做的这个出油的咸鸭蛋好卖的话，那鸿运楼岂不是错过了一笔好生意？再则，你是鸿运楼的管事，你要是帮酒楼赚的钱多，想必刘掌柜也不会亏待你。冯管事真的不再考虑要不要买下我这个秘方吗？只见冯管事思考片刻之后，看着顾青青开口道：徐娘子，你要的酒楼分成，老夫不敢擅自做主。这样吧，老夫现在带你去见我们掌柜的。冯管事要带顾青青去见刘掌柜，于是顾青青这下才回头看一直在身边没有说话的徐行。那我去一下。我同你一起去吧。刘掌柜听完冯管事的话，知道顾青青这次过来的来意之后，不知那出油的咸鸭蛋带来了吗？顾青青立刻将一个没有剥开的咸鸭蛋递了过去。顾青青等刘掌柜吃完之后，不知刘掌柜你觉得这个咸鸭蛋的味道如何？味道确实要比寻常的咸鸭蛋好些。只是徐娘子，这咸鸭蛋虽然出油，却是没有太过特别之处。
还有，徐娘子，你开口就要我鸿运楼3成的利润，这未免太过多了些吧？不多不多，刘掌柜，我虽然是要了你3成的利润，但是这咸鸭蛋要是卖得好，你们赚的也多。真正的大头可是你们鸿运楼在赚，我呢，不过就是赚了一点零头而已，你说对吗？徐娘子，你说的这是好卖的情况，这万一要是不好卖呢？刘掌柜，这要是不好卖，对你来说也不损失什么，最多就是以后不卖了。但是要是好卖，赚得多的可就是你们鸿运楼了。顾青青说的不错，要是不好卖，就几个咸鸭蛋而已嘛。鸿运楼确实不会损失什么，这要是好卖，鸿运楼还是会多赚一笔。刘掌柜，这个出油的咸鸭蛋，我把秘方告诉你，要是吃的人多，好卖的话，只要有钱赚，有利可图，你就不仅可以自己卖，还可以去别的酒楼合作，卖给别的酒楼，你再从中获利。看得出来，刘掌柜的态度有些松动。这生意要是越做越大，你鸿运楼也会越赚越多，你说呢，刘掌柜？徐娘子，你开口这就要3成的利润，老夫觉得太多了。这样吧，老夫给你1成的利润，你要是同意，那就把秘方卖给鸿运楼。这刘掌柜还真是和那冯管事一样，都是老狐狸。1成，当他好糊弄呢。3成。1成。3成。顾青青笃定刘掌柜最后会答应他，所以也不怕和他耗一下时间了。果然2个人僵持了一会儿，刘掌柜看着顾青青开口道：徐娘子，老夫最后给你2成的利润，要是你愿意卖，那我们就把合约签了，要是你不愿意，那就罢了。顾青青看得出来，刘掌柜不会再多给他加了。思考过后，顾青青终于妥协。行，那就2成吧。谈妥了价格，接下来就是签字画押了。2份合约，他和刘掌柜1人1份。顾青青接过合约，大致看了下，没有问题。刘掌柜先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去。就在他要签字的时候，顾青青这才反应过来，糟了，这个架空时代的人写的字类似于古代的那种繁体字。话说他的名字顾青青3个字，繁体字是怎么写的呢？下意识的，顾青青将目光看向了旁边的徐行。徐娘子可是不会写字？我一个堂堂现代高材生，怎么到了古代这个地方，就一下子成了字都不会写的半文盲了？顾青青的杏眼看着徐行，眼底分明写着2个字：帮我。小媳妇不是会写字吗？他记得小媳妇上次还告诉他说他会写字，小媳妇的爹是学堂的教书夫子。顾青青看着徐行，用力眨了眨眼睛。徐娘子，你要是不会写字，就让徐公子来签字吧。徐行虽然不解小媳妇为何要用这种眼神看着他，但是还是走过去，决定帮小媳妇的忙。就在这时，顾青青突然想起来，这个身子的原身好像会用繁体字写他名字的。顾青青根据原主的记忆，拿着笔自己写了下去。写完之后，顾青青看着合约上自己的名字，不由得默默地抹了把汗。他这个字写的基本和徐小山写的字毫无差别了。不过这个字虽然丑是丑了点儿，好歹也算是把自己的名字给签上去了。签完了合约，顾青青告辞。回去的时候自己小心一些。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子了。送了小媳妇出去，徐行看着小媳妇走远，这才转身返回鸿运楼。回去的路上，顾青青走路的步伐也很是轻快。这个月的月底，她就可以去鸿运楼拿红利了。也不知道这第1次能去拿到多少红利。家里的面粉已经没有了，回去的时候，顾青青买了20斤的面粉。刚走进徐家，顾青青就感觉有一道目光盯着她，下意识看过去。顾青青发现徐家的院子里居然来了一位陌生女子，年纪看着和顾青青的差不多大。顾青青一回来，女子的目光就在她的身上打量。那女子是谁？顾青青看见院里的小虎子兄弟2个人，不用说也知道刘氏从她娘家回来了。院里的那个姑娘这时也扭身进了刘氏他们住的屋子。
看来院里那位陌生的女子，应该就是刘氏娘家人了。婆母梁氏告诉顾青青，那位姑娘是刘氏的亲妹妹，叫刘荣，每年都要来徐家住上几次。这次跟着刘氏来到徐家，也是打算来她姐姐这儿住几天。顾青青对刘氏的娘家人可没兴趣，也就没在意。没想到那女子在顾青青去院里打水的时候，突然就来到顾青青跟前。你就是徐家那个刚新娶回来不久的媳妇儿？顾青青点头。顾姑娘嫁给邢哥哥，可真是你的福气。蓉儿以前也来徐家住过，每次蓉儿来徐家住，邢哥哥都对蓉儿很是照顾。这个女人突然过来和她说话，就是为了过来告诉她徐行以前对她很是照顾。顾姐姐，邢哥哥以前对蓉儿很是照顾，你不会生气吧？顾青青没说话，刘荣笑了笑，就扭着腰身离开。晚上，徐行从鸿运楼回来，顾青青想到今天那个刘荣说的话。那个刘荣你认识吗？徐行微怔了一下，顾青青看着徐行脸上的表情，难不成徐行以前还真对那个刘荣很是照顾？他今天和他二姐一起来了徐家。可是四弟媳妇儿娘家的人，你不认识？好像见过。那他怎么说你以前对他一直很是照顾？我只是见过他。你没有对他很是照顾？要不是小媳妇儿提起来，徐行都不记得有这么个人了。难道不是？你不提我都不记得他了。哼，这就是刘荣说的徐行对他很是照顾，你当真记不得他？娘说他每年都会来徐家小住几次，每回都会住上几天。四弟和他媳妇儿成亲的时候，我在镇上的书院读书，极少回来。后来没有读书了，我又在镇子上的翠香楼做事，也极少回来。难怪徐行会说对那个刘荣没印象，原来徐行一直都很少在徐家住。顾青青见徐行不像是说谎的样子，那看来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刘荣胡说。难不成刘荣对徐行？青青，我和那个刘姑娘真的不熟。可是依我看，他对你倒是挺熟的。二人正说着话，徐明轩也从镇上回来了。徐明轩带着徐小山过来，两个人都在问顾青青咸鸭蛋卖出去没有。说起这个，梁氏也忘了问了。顾青青笑着点了点头。一见到咸鸭蛋卖出去，大家都很是替顾青青高兴。三嫂，我就说那个咸鸭蛋可以卖出去，你看果然被我说中了吧？大家都看着顾青青笑，想起今天鸿运楼的事儿，徐行下意识地看向小媳妇儿。二人回屋之后，青青，你不是说你爹教过你写字吗？我爹是教过我写字，可在我7岁那年他就死了。后来我娘改嫁楚家，我们跟着我娘到了楚家后，就一直在楚家干活。我已经很多年没写过字了。徐行的大手突然伸过来，握住他的小手。徐行的手很暖，顾青青的手被徐行宽厚有力的大手握住，莫名的涌起一阵踏实心安的感觉。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谁呀？门外没人回答，又再次响起了敲门声。我去看看。顾青青也好奇来的是谁呀，跟着徐行一道走过去。徐行刚把门打开，刘荣就出现在门口，他手上端着一个碗。邢哥哥，这是我二姐煮的甜汤，蓉儿特意给你送了一碗过来。顾青青想不到那个刘荣居然这么晚还特意跑到这儿来给徐行送甜汤。刘荣把甜汤递给徐行，但见徐行并没去接。邢哥哥，这甜汤可是蓉儿特意给你送来的。刘姑娘，这碗甜汤你还是拿回去吧，我不喝甜汤。邢哥哥，你以前一直都对蓉儿很是照顾，蓉儿给邢哥哥你送碗甜汤也是应该的。邢哥哥，是不是因为顾姑娘你才不要蓉儿的甜汤的？顾姐姐，蓉儿只是感谢邢哥哥一直对蓉儿的照顾，这才特意给他送了这碗甜汤过来。顾姐姐，你不会不要邢哥哥和蓉儿这碗甜汤吧？刘姑娘，这汤是我自己不喝的，你拿回去吧。邢哥哥，你忘了你以前对蓉儿是怎么照顾的吗？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个汤可是蓉儿辛苦给你熬的，手还烫破了皮。刘姑娘，还请慎言，我从未对刘姑娘你很是照顾，还有这碗汤你也拿回去吧。邢哥哥，你忘了半年前的事情了吗？半年前
你对蓉儿的照顾，难道你都忘记了吗？蓉儿可都一直记在心里。半年前的事，半年前徐行做了什么，就让这个刘荣一直记着。刘姑娘，半年前我记得我并未对你做过什么。半年前，蓉儿当时在徐家摔伤，你不仅扶了蓉儿起来，还去镇上给蓉儿买了膏药，抓了伤药。邢哥哥，当时要不是邢哥哥你对蓉儿的照顾，蓉儿的伤也不会好的那么快。顾青青这下算明白了，难怪这个刘荣一直都说徐行对她很是照顾。原来半年前徐行又是给这个刘荣买药膏，又是给他抓药的，还真是照顾的挺周到。刘姑娘，我帮你买药是你二姐托了我帮忙，这件事你去谢你二姐即可。刘荣没想到他当初受伤，徐行给他买药，居然是他二姐托他帮忙的。刘姑娘，这么晚了，要是没有别的事就回去吧，我们也要休息了。徐行送客关门，刘荣站在门外，看见突然关上的房门，一张小脸顿时就黑下来。徐行关上门，一回头就见小媳妇儿盯着他。看不出来呀，又是扶人家起来，又是给人家抓药看病的，照顾的倒是挺周到的。难怪这都过了半年了，人家还一直记着你对他的照顾，不仅一口一个哥哥的叫，这么晚了还想着来给你送甜汤，对你殷勤着呢。顾青青这次说完，对面的徐行竟突然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顾青青被徐行的目光盯得有点发毛，徐行却一下伸手扣住了小媳妇儿的腰肢，整个都将她揽入了怀中。你青青，你这是吃醋了？他有什么好吃醋的？目前为止他又没有喜欢上徐行，怎么可能会为了徐行吃醋呢？就在这时，徐行的薄唇突然在顾青青的脸上亲了一下。青青，你放心。他有什么不放心的？每天早上顾青青都会把徐行要吃的药给他提前准备到一个小罐子里，让徐行带着去镇上。今天早上顾青青刚把小药罐子拿给徐行，远远的就看见刘荣的目光看着这边。刘荣紧紧地盯着徐行，自从徐行从屋里出来，刘荣的目光就从来没从徐行的身上挪开过一下。小媳妇儿把药罐递给他，徐行跟小媳妇儿道别，直接从徐家离开去镇上。这边的刘荣见徐行连多看他一眼都没有，不由得心里一下就有些火大，一脚踹倒跟前的凳子，吓得正在旁边和他弟弟玩的小虎子一大跳。小虎子的弟弟小嘴一瘪，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听见儿子哭了，刘氏立马跑出来，忙着把小儿子抱到怀里哄着。刘荣站在旁边黑着小脸，刘氏这一看就明白刘荣心里不舒服啊，索性转身就进屋里去了。你这个丫头怎么回事？大清早的，你拿两个孩子撒什么气？虎子和他弟弟都小，你一个当姨母的也不怕吓着他们？二姐，当初要不是你，现在又怎么可能轮到那个姓顾的女人嫁给他？现在倒是好，我没有嫁给他就罢了，反倒是还便宜了那个姓顾的。小妹，你是我亲妹妹，作为你二姐，我难不成还会害你不成？我当初为啥不让你嫁给那个徐行，还不是因为徐行他身体不行，就他那个药罐子一样的身体，还常年吃药，你嫁给他怕不是想做寡妇？寡妇二姐，当初你就是这样说，我也是听了你的，这才没有想嫁给他。可现在呢？现在他不也没事吗？那个姓顾的嫁给了邢哥哥，姓顾的怎么没有做寡妇？行了，你也消消气，好好听二姐把话对你说完。那个徐行他现在是没事儿，可他那个身体能活到几时，谁能说得清楚？赶明儿他要是没了，那个姓顾的不做寡妇才怪。刘氏可不信徐行是个长命的人，那个徐行一脸的短命相，就算现在没死，那也多活不了几天。刘荣最气的还是徐行现在又去镇上做了账房，虽然鸿运楼的账房没有醉香楼的账房体面，可到底一个月好几两银子的月钱呢。乡下的那些庄稼汉子，谁能有徐行赚得多？他要是嫁给徐行，那每个月就纸衣服都可以换着花样做好几身呢。还有，徐行现在还是秀才，嫁给徐行，她可就是秀才娘子，
他现在还哪儿听得去刘氏的话呀？二姐，当初你还说醉香楼都不要邢哥哥了，差事没有了，他的体面也没有了。可是现在呢？现在他又去了镇上的鸿运楼做事，那不是一样的体面？刘荣觉得他这位二姐就是怕他这个当妹妹的会嫁得比他好，这才拦着他嫁给徐行。他那个二姐夫就是个不行的，一个月也赚不了几个铜子回来，特别是二姐夫的长相，那和徐行可差远了。徐行的这个长相在徐家村怕是也挑不出第二个了。说到这个，刘荣不由得觉得也奇怪，那二姐夫和徐行不是亲兄弟吗？怎么二姐夫的长相和徐行差远了？不仅是二姐夫，就连徐家的另外几个兄弟也没一个长得有徐行好看。徐大哥和徐二哥他们眉眼间都很像，那徐行却完全不像他的几个兄弟。这边刘荣在屋里跟他二姐撒气，顾青青则是在屋里准备抹药膏呢。他发现他腿上的疤痕好像已经快看不见了，这样下去，那他估计要不了几天，他身上的疤痕应该就会完全消失了。捏着手中的药膏，看来他调配的这个药膏比他预计的效果要好。等到疤痕都消失，他就把这个药膏拿去药铺去买。现在嘛，还差一点，不过也快了，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顾青青在屋里抹好药膏之后，外面又再次响起了敲门的声音。老三媳妇儿，你在吗？娘，有事吗？把药膏收起来，低头理了理身上的衣服，顾青青这才把屋子的门打开。老三媳妇儿啊，听说呢你会看病治人，咱们村里冯婶子特意过来找你，想让你帮她看一下。知道夫人是来找她治病的，顾青青当下点头，又请了那位冯婶子进屋里来坐，问了一下冯婶子的病情。原来冯婶子是去年受了一次风寒，病好了之后就一直咳嗽不见好。婶子，你这个病我给你说一个药方，你记下之后回去也可以再去煮点冰糖炖雪梨来吃。冯婶子点头，顾青青把药方说完，冯婶子也基本记下了。送走了冯婶子，顾青青低头看着手中的铜板，这是冯婶子离开前给顾青青的。自从顾青青上次连续帮村里的2个人治好了病之后，就时不时的有人过来找顾青青给他们看病诊脉。一开始顾青青是不收银子的，后来来的人多了，顾青青也就每个人都收了几个铜板的诊脉钱。来顾青青这儿看病的都是些老弱妇孺，顾青青收的诊脉钱也不贵。每次有人来找他，顾青青都只能给那些人说药方，有些人还能记得住，有些则是顾青青反复说也记不住。所以要给村里的人治病，他还得会写药方才行。不过说起开药方这个事儿，顾青青倒是有点犯难了，不由得顾青青又想到了徐行。等徐行回来，顾青青就打算和徐行说一下这件事儿。平时徐行回来基本都是天快黑的时候，今天徐行回来意外的有点早。你回来了。顾青青正要和徐行说他想学写字这件事儿，发现徐行回来的刘荣也在这时候走了过来。行哥哥，昨天你说不喝甜汤，蓉儿今天就给你炖了猪肺汤，就等你回来喝呢。行哥哥，虽然半年前你是收了我二姐的托付，这才去镇上帮蓉儿买药，但是当时蓉儿摔倒，是行哥哥你将蓉儿扶了起来。见蓉儿的脚不能走路，行哥哥你还好心背了蓉儿回屋。徐行还背过这个刘荣。只见徐行挑了挑眉头，行哥哥，半年前的事，蓉儿不管怎么说都应该好好谢谢你。半年前的事，蓉儿不管怎么说都应该好好谢谢你。要是行哥哥你不接受的话，那蓉儿也会过意不去的。说完后，刘荣就含羞带怯地将手中的猪肺汤递到徐行跟前。为了炖这个汤，蓉儿的手还被烫红了。行哥哥，你平时在酒楼做事肯定辛苦，这碗猪肺汤是蓉儿特意煮给你补身子的，你就喝了吧。刘姑娘，我不喝汤，这汤你还是拿回去吧。行哥哥，蓉儿只是想给你炖一碗汤补补身子，
感谢你当初对蓉儿的照顾而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蓉儿？刘荣越说越委屈，把屋里的梁氏和刘氏婆媳二人也都招了过来。老三呐，老三媳妇儿，这怎么回事啊？这刘姑娘怎么哭起来了？伯母，8年前蓉儿摔伤，多亏了许三哥对蓉儿的照顾，蓉儿这才好起来。许三哥对蓉儿的照顾，蓉儿也一直记在心里。这次蓉儿跟着二姐来许家，也是想好好感谢一下许三哥对蓉儿的照顾，特意给她炖了1碗猪肺汤。可是蓉儿辛辛苦苦炖好的汤，许三哥他居然要蓉儿拿回去。老三，刘姑娘也是一片好心，你怎么能让刘姑娘把汤再拿回去呢？娘，我不喝汤。